嗨，各位好！首先恭喜各位得到了这份动画教学宝典。估计购买本教程的都是想通过学习动画来给自己添加一份收入的，当然可能也有纯粹的是因为兴趣使然。那么接下来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宝同学的作者。我从事动画工作将近6年，在这期间呢，因为自媒体的崛起，所以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动漫博主。大宝同学这个动画呢，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制作完成的。我的大本营在西瓜视频，很多人在后台私信我，问我动画是如何制作的，所以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录制了这份 MG 动画教学。这份教学呢，是属于零基础教学，即使是一窍不通的小白也能够学得很轻松。那这份教学应用的主要软件呢是 A1。那么 A1 呢，全称 Adobe After Effects。这款软件呢，不光可以用来做动画，还可以用来做特效，是一款多功能的软件啊。就是这个 A1 啊。那么这个 A1 它的安装方法应该怎么安装呢？那么我们下面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把 A1 的一个安装包下载下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安装包呢，我待会儿要放在群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直接下载就可以了。那么下载好之后的安装包呢，我们直接双击它好，等待一下。那么双击完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安装页面安装页面。那么首先语言这里呢，我们直接选择简体中文就可以了然后位置这里呢，就是说你 A1 需要安装你电脑上具体的哪一个盘里面比如说我们电脑里面有 C 盘、有 D 盘、有 E 盘、有 F 盘根据你合适的一个盘，你想安装到哪一颗盘就安装到哪一个盘我这里呢直接选择安装到了一个 C 盘这个是我之前安装好的 C 盘好，那么我们这2个选项都选择好之后呢，我们直接点这个继续继续就可以安装了因为我这里呢已经安装好了所以呢我这里呢就不安装了我们直接把它擦掉安装方法就是这样，很简单，对不对？好，那么除此以外呢，除了 A1 呢，我们还有另外的3款软件这3款软件呢，不需要大家全部的掌握，它只是用来辅助我们的 A1 它只是用来辅助我们的 A1 的比如说这个 AU 它是用来录制我们的声音的，这个 A2 呢，它是用来绘制我们的原画的这个 PR 的话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它是一款剪辑软件这3款软件呢，不需要大家全部的掌握，我们只运用到这3款里面简单的几个小功能就可以了不需要它全部掌握。这3款软件只是用来辅助我们的 A1 的那这3款软件的安装方法呢，也跟 A1 也是一样的我们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好，就比如说这个AU 是录制声音的，对不对？那么同样的，我们要把 AU 的一个安装包下载下来安装包也会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的 A1 也是一样的我们直接双击它的安装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也是语言简体中文，直接选择简体中文。位置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它安装到具体的哪一个盘里面就可以了。选择好这2个位置之后，我们直接点继续，它就可以直接自动安装了直接自动安装了。好，这里呢我就不去安装它了，因为我已经安装好了好，那么剩下的这2个安装方法呢，都是一样的把这2个软件的安装包下载下来，直接点下一步就可以了好，那么这4款软件有任何的安装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在群里面直接问我我都会一一的回答给大家的好，那这4款软件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动画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双击打开 A1。好，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界面出现了这个界面。这个界面的话，我们不用管它，直接把它擦掉就好了，直接擦掉。好，这时候 A1 的主界面呢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首次接触 A1 的小伙伴可能看得比较陌生，是吧？不知道这些条条框框是干嘛的，但是没关系啊，后面我会逐个讲解它们的作用啊。首先呢，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的每个区域主要用来负责干什么的啊，主要干什么的。我们先看左边这个区域，这边呢有个叫项目啊，这个里面有个叫项目，这一块它是干什么呢？你可以把这一块啊，它理解成是 A1 的一个仓库。仓库是用来干嘛的？它是用来存放东西的，对不对？那 A1 的仓库呢，也是同理啊，它是用来存放从外面导入到 A1 的一个仓库，也就是说，从外面导入的素材啊，通通都是放在这个里面的啊，也可以把它称为仓库啊，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一块呢叫做图层区，然后右边这一块呢是时间轴区域，这两个区域呢是 A 里面的相当于一个加工车间，它就是我把我们导入的素材啊进行一个加工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就是这两块啊，它也是 A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吧。然后接着我们往上面看这一块啊，这一块是什么呢？这一块是预览窗口啊，预览窗口就是我们在操作加工素材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啊，我们都可以实时观察到它的一个状态。我们接着往右看啊，这边是信息展示区，它可以显示我们素材的一些信息，包括名称啊、坐标轴啊等等等等啊，这个信息展示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做个小动画吧。做小动画，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啊。那么在做动画之前啊，我们一定要新建一个合成。那么新建合成什么意思啊？新建合成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新建一个项目的意思啊，理解成一个新建项目的意思。如果你不新建一个合成的话，你会发现啊，这边的操作栏它都是灰色的，你看到没有？上面的一些操作工具啊，它都是灰色的，它是无法使用的。所以我们在做动画之前呢，一定要新建一个合成啊，新建一个我们单击一下啊，这时候出现了个页面叫合成设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具体一些参数啊。第一个合成名称，这个很简单，这个名称的话你自己想起个什么都可以啊。这里我们的话就保持默认好了哈，保持默认。接下来我们看下面基本下面一个宽度、高度，这两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视频的长跟宽呐，宽度跟高度啊。宽度是1920个像素，高度是1080个像素。像素什么呀？有没有人知道像素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像素啊。我们打开 PS。我们随便打开一张图啊，然后呢，我们把这张图啊无限放大，最后放大到不能再放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个的小方格子，对不对？这些一个小方格子呢，它就是一个像素。正是由于这些无数个小像素啊，组成了这一张图。也就是说，当一张图像啊里面的像素越多的时候，它的图像会显得越饱满、越丰富、越清晰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回到 A1 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它的宽度是1920个像素，也就是说，在它的宽度处有1920个像素的长度组成，高度呢就是1080个像素啊。当然这个值也可以改啊，也可以改的。像一些视频网站，有的视频都是 2K 的 4K 的啊。当然这里面有预设，可以自己选。看到没有？这边有4个，我们选 4K 看一下，这也有 4K 的啊。4K 点一下。当我们选 4K 的时候，它的宽度跟高度就变了啊，3840， 2160。当这两个数值越高的时候，代表它的宽度跟高度的里面的像素就越多啊，越多。但是为了操作的演示呢，我们还是把它保持默认。一般的话，我们用1920跟1080就够了啊，
接着我们往右看，锁定长宽比例为16:9，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宽度跟高度的这两个数值的比例啊是16:9，是被锁定住了。这个打了个这个勾的话，就表示这两个数值的比例是锁定住了。我们随便更改一个的话，我们随便改一个看一下啊，随便改一个，那么另一个也会随之改变。它的改变的依据呢，就是16:9啊，就是16:9。如果你想另一个不改变的话，你就把这勾去掉啊，把这勾去掉啊。我们改一下，你看另一个就不会动了啊，就不会动了啊。我们还是把它改回1920跟1080吧啊，1080。一般用1920跟1080就够了啊，就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像素长宽比，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像素的形状啊。我们一般通用的就是方形像素啊，其他里面还有什么三角形像素啊、圆形像素，这个都是不经常用的啊，几乎不用。一般默认的就方形像素就好了啊，保持默认就好了。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增速率25，这个什么意思啊？玩过游戏的应该都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你像以前玩吃鸡的时候，对不对？我的画面你吃鸡多少帧呢？对，我吃鸡有100多帧，有125帧。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每秒钟刷新画面的次数。我现在的帧数率是25，对不对？那么它的每秒钟就会刷新画面25次。这个帧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图片，每秒钟刷新了25张图片，这个意思啊。一般的话我们用30就够了，像一些电影的话，好莱坞电影啊，他们都是60帧，有的甚至100帧哦。里面的话我们做动画就用30帧就够了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分辨率，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不是我们视频的一个分辨率，这个是我们预览窗口的一个分辨率啊，预览窗口的一个分辨率，它跟最终视频的那个分辨率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方便我们查看的。这个根据自己的电脑啊，你觉得你电脑好的话你就用完整，觉得电脑不太好的话就选1/2都可以，这个无所谓的。我电脑还可以，就选个完整好了，根据自己电脑的性能来那个选啊。下面我接着看开始时间跟持续时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动画工程啊，它的总时长是多少？你准备做一个多长时间的动画，就这个意思。开始时间一般都是默认都是0秒，从0秒钟开始啊。持续时间就是你这个动画的总时长是多少啊？我这边设置了3分30秒，也就是说我这个动画会持续3分30秒。当然这个动画有点长啊，我们先设置这样好吧，后面再改也可以改的。下面背景颜色这个也可以改啊。背景颜色的话，这个其实随便设，因为后面做动画的时候我们都要在动画里面添加背景的。这个背景的话可以随便选什么颜色，我这边就选个灰白的好了，确定就好了，确定。好，这样我们的设置就完成了，对，设置就完成了。然后看旁边那高级啊，高级这个其实不用改，都是讲一些运动模糊的跟 3D 渲染器的，这个我们几乎用不到，保持默认就行了啊。我们只要记住这个设置里面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点确定啊，确定。好，这时候我们看到呢，整个 A1 啊就被激活了，你看这个几个窗口都变亮了，对不对？这下面好多的小工具啊都变亮了，对，说明这个 A1 啊已经被彻底的激活了啊，激活了。好，我们接着来，下面呢，我们看要做动画了。做动画之前呢，我们先要有那个动画素材，对不对？好，我们先要把动画的素材导入到 A 里面去。那么怎么导入呢？导入这个 A 呢？方法有3种啊。我们先看第一种啊，第一种是左上角有个文件，对不对？我们点一下，看到没有？有个导入，然后这边有个文件，我们点一下啊。点一下，我们随便选一张图片啊，就选它吧，帅帅的啊，点一下导入，你看导入到仓库了，对不对？好，我们把它删掉啊。我们再来第二种，第二种的话，直接鼠标在这空白处右键，看到没有？一个导入啊，点一下文件啊，同样的也可以导入啊。好，我们再把它删掉。第三种方法呢比较简单快捷啊，直接按键盘上的 Ctrl+R 啊。然后直接选一下，直接按一下导入啊，直接导入进来了啊。这3种导入方法，那么我们要对它进行加工，对不对？对这张图片进行加工，那么我要把它放到加工车间。
那么怎么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啊？方法也很简单啊，鼠标左键按住不要松，往下拖到这儿，松掉，好，它就进来了，对不对？这时候呢，我们发现啊，这边有个原名称啊，它会显示图片的一个名称，对不对？这边呢有一些父子级的小按钮，这些小工具呢，我们会在后面讲到啊。今天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简单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右边啊，这边右边的话有个长条一样的东西，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张图片在这个时间轴上所持续的时间啊，这个长条有多长，它就会持续多长时间啊，然后在这个预览窗口呢，我们就会看到这张图片显示出来。好，接下来呢，我们让这张图片动起来啊。那怎么让这张图片动起来呢？我们把输入法切换到英文啊，然后鼠标选中这个，在这里啊，鼠标选中这个图层啊，选中一下，然后按下键盘上的 P 键啊 ，P 键，按完之后呢，我会发现啊，上面多了一个这个啊，多了个这个位置，对不对？前面一个小秒表啊，后面一个位置，这边有个这叫这个棒棒糖一样的一个符号啊。然后在后面多了两组数字 960.0 50.0， 这两个数字什么意思呢？这两个数字其实就是这张图片在这个坐标轴上的一个位置啊，分别是 X 轴跟 Y 轴上面的位置。那么我们想要让它动起来也很简单，鼠标直接放到前面这个数字，放上去之后呢，我们发现鼠标变了，对不对？变成了一个白手套。然后呢，我们鼠标左键按住不要松，然后往左边拖，看到没有？预览区的图片动起来了，对不对？我们往右拖，它就往右移动了，对不对？啊，看到没有？大家可以试着操作一下啊，那么上下怎么动啊？对，没错，上下就是我们鼠标移动到后面这组数字上。左键按住不要松，左右滑动，它就可以上下动了，看到吧？上下动。好，那么怎么让它转起来呢？转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再次选中这个图片啊，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2键，这时候呢，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旋转。跟位置一样的出现了个旋转，后面呢有一组也是一组数字啊，这组数字什么意思啊？前面一个0x 加 0.0， 我们先操作一下吧，看看它什么意思吧啊。鼠标移到上面跟位置一样，按住不要松，往左滑动，哎，它就这边转起来了，在右滑动，好，它又往右转起来了，看到没有？在转动的过程，我们发现啊，这个转动的这个角度啊，你看，当它超过360度的时候啊，360度啊，看到没有？当它超过360度的时候，前面就自动变成了1，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 EX 是一圈，代表着一圈啊，往右拽的话就是往右旋转啊，往左滑的话就是向左旋转。好，这个应该能理解吧？可以试着操作一下啊。那么怎么让它缩小呢？缩小快捷键是 S 啊，我们点一下键盘上的 S， 看到没有？它出现了缩放。同理的，也出现了两组数字啊，但这两组数字呢，它是一起变动的。我们按住不要松啊，让它滑动一下看一下。这两组数字是一起变动的，那么怎么让它单一数字进行变动呢？看到前面这个没有？这个是一个锁，这是锁比例的啊，约束比例啊。我们把它去掉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哎，看到没有？它只是一个纵向的一个缩放啊，它变成了一个纵向的缩放。我们再看右边，选中右边这组数字呢，滑动一下看看，它就变成了上下的一个缩放啊，
这个应该能理解吧？一个纵向的一个横向的一个说法啊。我们把这个打开，还是把它打开啊？这是约束比例，把它打开啊。那有的小伙伴问了，为什么移动的快捷键是 P， 旋转的快捷键是 R， 为什么要用这个 P 或者 R 来代替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根据英文的单词的开头一个字母，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啊。英文的位置的英文单词是 persisting 啊，所以呢，它取的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P 作为快捷键啊 ，P 作为快捷键调出它的位置。缩小同理呢，缩小的英文单词是 shaking， 所以取它的第一个字母 S 啊。然后旋转的快捷键是 R， 同理的旋转的英文单词是rotate， 所以取它的第一个单词 R。然后后面还有个透明啊，透明我们刚刚没讲啊，我们试一下，透明是 transparent 啊 ，transparent， 它的第一个单词是什么 ？T 是吧？我们来试一下啊，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 T 键啊，看出现了不透明度，它这后面一个数字是100%，我们把鼠标移动到上面，往左滑看一下啊。看到没有？图片渐渐的消失。我们再往右滑，它会渐渐的出现啊。看到没有？73%啊，再往右滑啊，97%，再往左滑看一下，33%啊。这个透明度也是透明度的一个百分比啊。我们可以，大伙可以去试着去玩一玩啊，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啊，就是叫图层遮挡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再导入一张图片进来啊，导入一个谁呢？看一下啊，就导入这光头吧啊，导入。好，这光头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光头的图片名称改一下，光头啊，右键选动它右键啊，改名称。这个光头叫啊，就叫光头吧，好吧，就叫光头，光头啊，我们顺便再把这个贝吉塔的名称再改一下，鼠标选动之后右键啊，重命名贝吉塔啊。怎么说，人家也是赛亚人的王子对吧？好，我们把名称改完之后，你发现这图层区它的名字也会自动更改啊。现在呢，我们把这光头也拉到这个里面来啊，这时候呢，我发现图层遮挡的关系，发现没有？贝吉塔啊，在上面一层，所以在预览区它会显示最前面一层啊。光头在下面一层，在预览区就会被这个贝吉塔给盖住，这个就是上下图层的关系啊。我们刚刚学了移动，把它位置调出来，把它移动一下啊，这个应该能理解吧？上下图层的关系啊，这就是上下图层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再看右边这个时间线啊，这个时间线的跨度有点长啊，多长了？3分30秒啊。我们把它放大一下，怎么放大呢 ？Alt 键按住，然后按鼠标的中键，也就是滚轮键，向前滚啊，滚，好，这样就放大了。然后我们选中这个蓝色的这个没有看到没有？蓝色的这些小条块，选中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我们滑动一下看看啊，它原来是可以在这个时间线上选中哪一块区域的，你看到没有？往右滑的话，它整个时间线就会往右跑；往左滑，它的整个时间线就会回到初始位置啊，然后你看这什么东西啊？这个长条的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其实就叫做时间滑块啊，这个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在第1秒，那么我们的预览窗口就会显示第1秒的内容。
把它放在第2秒，那么我们的预览窗口就会显示第2秒的内容。当然我们现在窗口里面什么都没有变化，不太容易看出来。我们为了给大家直观点观察一下，我们把这个贝吉塔这张图片啊，我们把它后面这一段给剪掉啊。怎么把它剪掉呢？就把它剪掉，掐掉啊，把它掐掉。怎么掐掉呢？按住键盘呢 ，Ctrl 加 Shift 加 D 啊 ，Ctrl 加 Shift 加 D， 按一下，看到没有？这都剪成了2段了，看到没有？被我们剪成了2段，指示的图层区也变成了2个啊，变成了2个。我们选中这个图层，直接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啊 ，Delete 键删除掉。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滑块呀往前移，它出现了，对不对？在第1秒的时候往前移出现了，再往右移，第1秒往后。这一块区域刚刚被我们剪掉了，那么在我们的预览窗口它就不显示了，对不对？懂这个意思吧？看到没有？往1秒往前移，它又出现了，啊，它又消失了。哎，我出来了，哎，我又不见了，哎，我又出来了，对不对？啊，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回到图层区啊，回到这块区域，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有个叫父集和链接啊，它就是父子关系啊。父子关系啊，父亲的父啊，子是儿子的子啊，叫父子关系，这什么意思啊？父亲跟儿子吗？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应该翻译成叫做跟随关系，比较准确一点啊，跟随关系。具体它怎么操作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来操作给它看一下，看到这个没有？这个像棒棒糖啊，这个棒棒糖啊，点击这个棒棒糖，鼠标左键按住标松。按住标松，我们往外拉，看到没有？拉住了一条线，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线指向这个光头啊，指向这个光头，松掉，左键松掉。这个时候呢，贝吉塔就认光头为父亲了啊，就认光头为父亲了。现在光头是贝吉塔的父亲。那认完之后，它会有什么效果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选中光头啊，选中光头，打开光头的位置键。位置键是什么快捷键呢？之前讲的啊 ，P 是不是？我点一下 P 啊，键盘上的 P， 位置键调出来之后，我们鼠标放到它的第1个数字上面，按住往右滑，看到没有？这时候贝吉塔就会跟着这个光头啊一块移动。儿子就会跟着父亲一块移动啊，就是说，你做什么，我就会跟着你做什么，对不对？你做什么，我就会跟着你做什么。我们再点开它的旋转看一下啊，2字对不对？点开旋转看一下，好，你干嘛，我也会跟着你干嘛，对不对？注意哦，我现在只是控制了光头哦，我只是控制了光头。但是贝吉塔呢也会跟着光头一块旋转，这就是父子关系啊！你干嘛我就跟着干嘛，这就是父子关系啊！这就是父子关系。当然你把它取消的话也很简单啊，直接鼠标点一下这里啊，点一下这里，选一下无，那么它的父子关系就取消了，我就不认你这个父亲了啊，就取消了啊，这个也很简单。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关键帧啊。在讲关键帧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右边这一块的时间轴区域啊。这个时间轴区域呢，上面有些刻度啊，分别是 01s、02s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1秒、2秒的意思啊，1秒、2秒。那么在秒跟秒之间呢，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秒跟秒之间呢，有10f、20f，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可不是毫秒哦，这个是帧，10f 就代表10帧，20f 就是代表20帧。那么0秒到1秒之间呢，总共有30帧啊，30帧。为什么不是40帧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左上方这里有个合成啊，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合成设置，我们再点进去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设置好的啊，我们看这里，帧数率多少？30，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帧数率30的话，那么我们这里的1秒钟就有30帧。当然你可以改成40帧啊。我们改一下看一下。改完之后我们发现啊，这个1秒啊
它就变成了40帧啊。方便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缩小一下啊。好，看到没有？现在的话就是20帧、30帧、40帧，到这里刚好就是1秒啊。我们再把它改回去，改成30帧。好，然后我们再看左边啊，这里有个0.00，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就代表这个时间滑块啊，在我们这个时间轴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信息。当然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更改，我们改到01。当我们改成第1秒的时候，这1秒27帧的时候，我们右边的这个时间滑块呀，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时间这块区域。我们回车看一下，你看，我们点一下，它就自动跳到1秒27帧这个位置了啊。我们来讲解一下关键帧啊。什么是关键帧啊？关键帧其实就是用来制作动画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具体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首先呢，用鼠标左键选中这张图片，然后按一下键盘上的 P 键，打开的位置键。这时候我们发现啊，位置的左边啊有一个小秒表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关键帧的一个开关。我们左键点击一下，这时候呢，我们的关键帧就启动了啊，就已经打开了。我们再看右边啊，同时右边的这个下方呢，也出现了一个40方方的一个小标记，这个就是关键帧。在第0帧的时候生成了一个关键帧，就是我们刚刚打开的。然后呢，我们在第6秒吧，把我们的图片向右移，这时候呢，松开鼠标，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啊，这边又自动给你生成了一个40方方的一个标记，关键帧。这时候我们的时间轴区域就有了2个关键帧，第0秒有一个，第6秒有一个。好，这时候呢，我们把时间滑块拖到第0秒，我们按一下播放键，发现没有？图片就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往右移动，一直到第6秒停止啊，这个就是关键帧啊，那么我们现在点的是位置，对不对？我们打开旋转的看一下啊，我们再把旋转打上关键帧。我们在第0秒的时候打开它的关键帧，同理，我们在第6秒的时候给它转一圈啊，给它转上一圈啊，这样一圈。这时候我们回到第0秒，我们播放一下啊。这时候呢，它边向右移边旋转啊，好，我们停止。那缩小呢？我们再给缩小打上关键帧啊。我们打开缩小的这个，点一下小秒表，同时来到第6秒，我们把它的缩放啊改成0啊，0。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拉回到第0秒，我们播放看一下效果。这时候我们发现它边往右移，边旋转，一边缩小，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就是关键帧，接下来呢，我们给关键帧，我们把这个缩放跟旋转先关闭一下，这个我们把它关闭一下。删除什么删除啊？删除直接选中它，直接 delete 删除就可以了啊。选中了 delete 删除。然后呢，下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叫做缓入缓出关键帧。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呢，它是匀速的一点点往右移，对不对？但是我想要一个缓入缓出的效果呢。什么是缓入缓出啊？就是一点点慢，刚开始的时候是慢慢的，然后到中间速度变快，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又开始慢慢变慢啊，就是这个缓入缓出。怎么样让它变成缓入缓出的呢？我们选中2个关键帧，按一下键盘上的 F9。这时候我们发现啊，关键帧它的形状改变了，对不对？变成了一个 I 英文单词 I 一样的东西。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啊。好，刚开始有点慢，中间快，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变慢，对不对？好，这就是缓入缓出的一个效果。
但是老师，我想刚开始慢，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快，那我怎么调呢？这个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打开它的图表编辑器啊，在这个位置啊，我们选中这两个关键帧，点一下图表编辑器，左键点击，然后我们小眼睛的右边啊，看到这个没有？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我们左键点击一下，选择编辑速度图表啊，编辑速度图表，点一下，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它的一个曲线，就是两关键帧之间的一个曲线。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像个小山坡一样的，对不对？其实很简单，横向是时间轴，横向是时间轴，纵向是速度轴，它的速度一个轴向，横向是时间轴。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它刚开始很慢，然后到最后一直变得很快呢？我们把这个选中它啊，选中单击一下，它变成了一个小黄色的，对不对？我们点中了圆，把它往右拉，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陡坡一样的啊，陡坡一样的。这样的话，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你看，横向是时间轴，纵向是速度轴。刚开始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加速，然后速度越来越快啊。前面这一段是速度是慢慢往上爬的，到最后就突然一下飞快的速度啊，速度很快。来，我们播放看一下啊，播放看一下。我们再点击啊，退出去，我们点击播放看一下。刚开始很慢，对不对？最后一下子过来了，对不对？好，我们再退回去再看一遍。刚开始一点点很慢，最后一下子，对吧？好，那老师，如果我想让这张图片刚开始就一直很快，非常快，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变得很慢，那我怎么那个调这个呢？答案是跟它前面的相反啊，跟它相反。我们点击一下图表编辑器，打开它。卡住了。哦，我们没有选中它，要选中它啊，选中它。这时候呢，我们让它刚开始的时候速度是非常快的，到最后速度慢慢的降下来，怎么办？同样的选中这个左边这个按钮啊，然后点击这个小圆，然后把它往左拉，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小圆往左拉，形成一个平缓的坡。大家记住啊，凡是这个坡度越陡，它的速度越快啊，坡度越陡，它的速度越快。坡度趋近于缓缓的往下降的话，像这个比较缓的一个坡度的话，它速度是慢慢的啊。来，我们来把这关闭一下，播放一下，看一下啊，直接可以播放啊。刚开始很快，对不对？后面就是慢下来了，对不对？好，我们再重新来播放看一眼。对，刚开始很快，然后就慢降下来了，对吧？好，这个呢就是时间轴曲线啊，时间轴曲线。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工具栏啊，工具栏。我们先看第一个啊，这一排的都是工具栏啊。先看第一个，这个呢是选取工具啊，它呢是最常用的啊，它用来选取当前的一些图层用的啊，最常用的。接着看第二个，这像小手一样的，它是干嘛的？它就是用来移动当前预览窗口用的啊，预览窗口用的。你再来看第三个，这个什么像放大镜一样的，我点一看一眼，点 A 哦，原来它是用来放大当前预览窗口的啊。那怎么把它缩小呢？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按一下键盘的 Alt 键，再点左键啊，看它又缩回去了啊。好，再放大一点。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三个呢是灰色的，没有被激活啊，它是用来控制那个三维图层的。三维图层的话，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讲解啊。这一集呢，我们先跳过去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呢是旋转工具啊，我们点一下看一眼啊。这个是用来旋转当前图片用的啊，
旋转当前图片用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锚点工具，这个是用来干嘛的？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把这张图片复制一张出来啊。怎么复制？按住 Ctrl 加 D， 复制出了2个。把这个呢往右边移一点啊，我们把它分开。这个时候呢，我们选取当前的这个锚点工具啊，点一下。我们再来选第一张图片啊，不对，这个是第2张了，把它移一下位置，换一下位置。我们选中第一张图片，然后移到这个图片的表面，看到没有？这边有一个圆圆的一个小按钮，看到没有？我们左键选住，按住不要松，看这个圆的可以拖出来啊。是可以拖出来的。这个圆是干嘛的？这个圆就是锚点啊。我们把它放到还是放到它的中心啊，把它放到中心。我们来选中第2张图片，我们把第2张图片的锚点啊移动到顶部。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开这2个图片的旋转属性啊。好，旋转属性打开之后，我们分别给它打上一个关键帧，来到第5秒的时候吧，这个旋转我把它归零一下，好，我们来到第6秒吧，第6秒的时候，给大家转个几圈啊，转个4圈吧。好，都转了个4圈。这时候呢，我回到第0秒，我们播放看一下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变化？第1张图片是按照中心进行旋转的，第2张图片它是按照顶点的那个位置旋转的，也就是说它们旋转的中心啊都是锚点，这个锚点起到了它们的一个固定的作用，看到没有？只要锚点在哪，它们都是按照那个锚点的位置进行旋转啊，就是这个就是锚点的作用。那么缩小呢？缩小也是按照锚点的位置进行缩放的啊。我们把它删掉啊，给大家演示一下缩小。好，第0秒打上一个关键帧，第6秒全部把它缩到0。好，这时候回到第0秒，给大家播放看一下，看到没有？缩小第1张以中心为位置缩小，第2张以顶部为位置进行缩小。啊，这个就是锚点的作用啊，这个锚点的作用。好，我们把它删掉啊。再来看下一个，这个呢是形状工具啊。我们把下面2个图片删掉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先选了这个矩形啊，选中完之后，我们来到预览窗口，左键按住不要松，往右拖啊，你看就可以拖出这个矩形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图层区啊就形成了一个图层，形状图层啊。这个形状图层呢就是预览窗口当中的这个矩形啊。当然，这个矩形呢，我们可以更改它的颜色，在这里啊，填中，我们可以任意的更改它的颜色。好，点个确定。它的描边呢，我们也可以更改啊，描边在这里啊，点一下。好，随意更改一个颜色，改个红的吧。确定。描边的宽度呢，在这里啊，17像，目前是17像素啊。我们左键按住，往左拖，它就缩小；往右拖，它就变粗啊。好，这个就是矩形，把它删掉啊。其他呢，圆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操作啊。这个就是形状工具，我们把它删掉。再来看下一个，这个呢是钢笔工具啊。钢笔工具用来干嘛的？它其实用来画图跟抠图的啊。我们点一下，看给大家演示一下。点完之后，我们来到预览窗口，左键点一下，再来到另一个位置，左键按住，不要松，往右拖，看到没有？往右拖，这时候啊，它的边呢就会进行变形，同时呢会出来2个小把手一样的2个小东西啊。这2个东西干嘛的？这2个东西我们左键点一下啊，看到没有？它可以任意的更改这个描边的那个幅度啊，描边的幅度。
好，我们接着往下画啊，把它画的圆一点啊。看到没？现在我们有几个点，1、2、3个点，每个点呢我们点一下，它都会有2个小把手，这2个小把手呢就是用来控制这个圆的这个幅度的啊。看到没有？都可以这样控制幅度的。当然，你选择它的点中心啊，可以移动它的点啊，可以移动它的点。这个呢就是钢笔工具啊，钢笔工具。好，我们接下来删掉，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呢是文字工具，这个很简单，用来打字的啊。好，我们在图片中间点了一下，出现了个小光标，对不对？随便打个字啊。我们选个中文啊，中文。好，打一个字。同时呢，我们可以更改它的字体啊。字体怎么更改？在这里右边啊，这边有个字符，看到没有？下面有个黑体，我们点开来可以更改它的字体，可以楷体啊。微软雅黑，对不对？好，就用楷体吧，都字好一点。可以更改字体的颜色啊，可以更改字体的颜色，黑的吧，就用个黑的啊。这个是字体的大小啊，缩放都改变字体大小，改变它的数值都是左键按住往左拖或者往右拖啊。A 里面一些数值的更改都是这种操作啊，都这种操作啊。这个呢就是文字工具啊，文字工具我们把它删掉，接着往下看啊。这个呢是毛笔工具，也是用来画图的啊。我们把这个图片啊，拖进来吧，拖到图层区吧啊。这个毛笔呢，在我们当前窗口是无法进行绘制的。它，你看出现警告了，它必须要在当前面板的图层区进行绘制啊。怎么打开这个图层区呢？我们现在选中了这个图层，对不对？在它的图层区进行绘制，只要我们双击一下。这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它的图层区。我们这时候再点一下这个毛笔啊，再进行绘制。你看，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它的面板上进行绘画了啊，绘画了。好，我们撤回去啊。撤回呢是 Ctrl 加 Z 啊。好，我们把它擦掉。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呢是仿制图仓。仿制图仓啊，我们点一下看一下，仿制图仓也必须要在它的图层区进行绘制啊。双击一下进入图层区。仿制图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把这张图片进行放大啊。我们先按住 Alt 键，Alt 键按住不要松，然后来到它的这块区域吧。这块区域我们左键点一下，点完之后，它的这个鼠标呢，它就记录了当前这一块区域的颜色。然后我们松掉 Alt 键，松掉 Alt 键之后，它就变成了圆形，对不对？这时我们再在这个眉毛上面左键按住不要松，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啊，它就摄取了脑袋上这一块区域的颜色，把这块区域的颜色呢拉到了下面去啊，拉到了下面去。我们再换一个位置啊。好，我们选这块眼镜这一块吧。Alt 键按住，左键点一下。好，我们来到下边进行绘制，看到没有？此时呢，下方就被我们绘制出来了那个眼镜的形状。这个呢就是仿制图章啊，仿制图章。好，我们退出去啊。好，我们擦掉。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呢是橡皮擦，这个顾名思义很简单，用来擦东西的啊，擦除的。啊，橡皮擦。下面这个东西呢是用来抠视频的啊，这用来抠视频的，我们也得给大家演示一下，还是必须要在图层区进行啊。怎么进行抠呢？啊，也很简单，我们点一下这个啊，点一下这个，然后在我们的头发位置啊，
描一下大概头发的一个形状啊，先描一下大概它的位置的一个形状。这时候呢，我们松掉左键，你看，这时候我们的 A 会自动帮我们抠出图片的位置啊，自动给抠了出来。这个紫色的线啊，就表示 A 已经帮我们抠出来了。这时候我们继续画脸部啊，大概的一个位置啊，大概的一个位置。好，这时候我们的脸也被包裹进去了。再来一下身体，好，这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呢都就被抠出来了啊，被抠出来了。好，我们擦掉啊，擦掉。回到你看到没有？之前我们是有白色的，然后现在被我们抠掉之后啊，白色就没有了啊，就整个人呢就被抠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抠图。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钉工具啊，这里这个小图钉工具，它是用来干嘛的？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啊，我们把当年图层删掉，我们换一张图片进来啊，好，把这张图片导进来。这个人叫佛利莎是吧？啊，好，我们选中这个图钉工具，然后呢，我们在它的把它往下移一点啊，把这张图片再缩小一点嘛，缩小一点，好，这位置差不多了。再把它放大一下，好，我们选中图钉工具啊，在它的左边的肩膀点一下，看到没有？这时候就生成了一个黄色的小圆圈啊。我们再在它的中间这个位置点一下，好，这里呢又生成了一个小黄圆圈，这边再打一个，我们现在总共打了三个点，这3个点呢就是3个图钉的意思啊。这个图钉是干嘛用呢？我们点看一下，选中它。好，哎，看到没有？它可以让我们图片呢产生一些变形。好，我们松掉，再选中另一个图钉，看到没有？它就是让我们图片呢进行一个变形啊，这感觉有点魔性啊。好，再来中间这个试一下，哎，好，有点魔性。同时呢，我们在这个3个图钉上啊，我们也可以给它打上关键帧啊。怎么打呢？选中这个图层啊，按一下键盘上的 U 键，快捷键是 U 啊。U 是什么东西啊？它是显示这张图层上的所有的关键帧信息啊。按完 U 之后，我们就看到出现了3个位置信息，对不对？1、2、3，这3个位置信息呢，就是我们刚刚打的3个图钉啊。我们在第0秒的时候给它打了一个关键帧，我们来到第2秒啊，第3秒吧。第3秒，我们选中中间这个点啊，往左边移一点。第6秒的时候再往这边移一点。好，在第8秒吧，把这个点再复制过去 ，Ctrl C 加 Ctrl V。其他2个点我们保持不动啊，这边肩膀这个点不动啊，右边这个肩膀的点不动，左边这个肩膀这个点也不动，我们就刚刚给它中间这个点打了3个关键帧，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啊，哎，很魔性是不是？很魔性啊！对，这个就是图钉的工具啊。图钉工具的话，在我们后面可以做一些头发飘动啊，或者树叶飘动的一些场景啊。好，这个就是图钉工具。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蒙版和遮罩啊，蒙版和遮罩。好，我们先把图片导进来。好，我们导进来一张图片。蒙版呢，什么是蒙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先选中这张图层啊，选中一下，然后我们再点一下钢笔工具，在预览窗口我们画一个矩形啊。好，发现没有？当我们画完矩形啊，我们就发现这张图片只剩下矩形以内的图片是显示的，矩阵以外的图片啊，它就不显示了。这个呢就是蒙版呢。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啊，把它反过来，怎么反呢？点击左边这个小三角，我们往下拉，看到这边有个蒙版，看到没有？往下拉，有个蒙版1，往右看，好，这里有个反转，
反转前面一个小方格子，我们点一下，好，效果出现了吧？内部就不显示了，外部它就显示啊，这个就是反转，把蒙版反过来的意思啊。我们再把勾去掉啊。当然，除了钢笔工具呢，蒙版还可以用矩形工具来绘制啊。我们先把它删掉，给大家演示一下，用矩形工具来绘制。好，我们选中这个图层啊，点一下矩形工具。好，我们来画一下啊。好，看到没有？矩形工具也可以实现蒙版呢，也可以实现蒙版。我点一下反转啊，效果是一样的。当然，除了矩形的话，你还可以用圆啊，其他的什么形状都可以啊。我们用个心形工具啊，好，画一下，哎，画到那边去了。好，看到没有？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反转看一下，好，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呢就是蒙版啊。但是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画蒙版的时候啊，一定要选中这张图层，一定要选中这张图层之后再进行绘制啊。如果你不选中这张图层的绘制会发生什么呢？好，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不选中啊，我们选一下矩形工具。哎，你发现没有？当我们不选中这个图层的时候，我们在预览窗口进行绘制的时候啊，它会单独形成一个形状图层，就跟它没关系了。它就单独形成了一个图层啊，正方形的图层啊。所以呢，我们绘制蒙版的时候啊，一定要先选中这个图层啊，选中这个图层。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遮罩啊。什么是遮罩？遮罩呢，其实跟蒙版的作用性质差不多啊。我们同样的也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好，我们不选中这个图层，我们同样的画一个正方形。好，此时呢，我们图层区啊就有了两个图层，一个是正方形的图层，一个是底片的，就是动画的那个图层啊，这两个图层。然后呢，我们往右看，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无，对不对？写了个无，我们往下拉，往下拉，看到没有？这里有个阿尔法遮罩形状图层啊，我们点一下看一下什么效果。哎，它跟之前的蒙版效果是一样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哎，确实哦，它跟之前的蒙版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里的蒙版和遮罩其实起的效果的性质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呢，那个遮罩啊，它可以用外部导入进来的图片进行遮罩。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用外部导进来的图片进行遮罩啊。我们把它退回去，好，这个删掉。我们重新从外部导入一张图片看一眼啊。我们导入一个，好，就导入它了。我们拉下来啊，拉下来，好，把它缩小一下，尺寸太大了啊。这时候呢，这个佛利萨啊，就在这个动画图层的上面啊。然后呢，我们用遮罩演示一下，点第一个阿尔法遮罩啊。好，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呢，图片啊只在佛利萨这个图层形状以内显示，以外的它是不显示的啊。我们再点下一个看一下，反遮罩。此时呢，佛利萨就变成空的了啊，佛利萨以外的就显示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遮罩啊，这就是遮罩。好，我们来打开 A。好，这个页面直接擦掉啊，直接擦掉。我们来新建一个合成，1920×1080的啊，点确定。我们要做这个小球动画呢，我们先要新建一个小球，对不对？好，我们来创建一个小球。怎么创建呢？点这里啊，这里有个矩形工具，我们左键长按不要松啊，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页面。我们点一下这个，选中这个椭圆工具啊，椭圆工具，然后我们在这个预览窗口绘制个圆。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圆呢，它不是正圆啊，它是椭圆呢。那怎么让它变成正圆呢？方法很简单啊，只要按住键盘的 Shift 键进行绘制，它就绘制成了一个正圆啊，正圆。这时候呢，我们把圆的颜色改一下，改颜色怎么改的？之前我们讲过的，就在这里啊，填充这个位置啊，我们再点一下这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黄色啊，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图层的名称再改一下啊，改成一个小球。
小球。改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球的锚点啊移动到它的中心，它的锚点现在没有在它的中心位置，对不对？我们选中这个锚点工具啊，我们之前讲过锚点工具的，对不对？来，选中之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圆圈啊，把它的移动到这个小球的中心位置啊，差不多这个中心位置就差不多了。好，这时候呢，它的体积有点大啊，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打开它的缩放键，快捷键是 S 啊，快捷键是 S， 把它缩小一下啊。好，缩小之后呢，我们切回到选取工具啊，把这个球往下拉一点。这时候呢，我们小球有了，但是还缺少一个什么？还缺少个地面，对不对？我们再新建一个地面。地面怎么建呢？跟小球一个道理啊。点击这个啊，选取一下矩形工具啊，然后我们来绘制一个地面。好，我们把颜色改一下啊，改成黑色。好，再把地面的名称命名一下。地面。好，接下来给小球打上关键帧啊，让小球动起来。首先我们选中小球，按下它的 P 键，键盘的 P 键，打开它的位置属性啊，在第0秒的时候给小球打上关键帧，然后把小球拉出屏幕。好，我们来到第10帧啊，把小球拖进来，这时候小球就落了进来啊。然后我们再过一个8帧小球，然后弹了上去啊。然后呢，再过一个8帧小球落地。好，再过一个8帧小球又弹了上去。此时小球的弹跳的高度啊就没有它的第一波弹跳的高度高了，因为根据物理定律，小球每一次弹跳都是比前面一个弹跳要矮的啊，比矮的。好，然后我们再过一个8帧小球落地。然后就这样依次循环，让小球不断的弹跳，每一次弹跳的高度都是递减的啊。这个时间的跨度呢，大家可以自行那个衡量一下。好，它会逐渐递减。好，最终呢，小球它是不跳了，直接滚出去了啊。好，我们基本的一个 K 帧啊，基本就 K 完了。当然，目前这个 K 帧呢，还不是最终的效果。我们先预览看一下啊，感觉很生硬啊，这个再拉长一点。好，很生硬。为了让它看上去更灵动一点啊，我们选取所有的关键帧，我们给它加入一个缓入缓出的效果，键盘上的 F9啊。按下 F9， 这时候呢，我们就加上了一个缓入缓出的效果。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啊，好，比刚刚稍微好一点啊，比刚刚稍微好一点。这时候呢，我们还不够啊，我们还要对它的运动曲线进行单独编辑啊。之前我们讲过，运动曲线在哪里打开的？这里对不对？就这个图表编辑器，我们点击一下啊。好，点击啊，错了。我们刚刚点回去，要先选中它的关键帧啊，然后再点击它，不然的话你就会出现刚才的错误啊。好，我们点击一下，这时候呢，它的运动曲线呢就会出现在这个里面啊。好，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一段，它的第一段呢是俯冲进来的，有一个加速度啊，加速度，所以呢，我们刚开始要把它的曲线怎么样缓一点，后期呢速度快一点，这样拉啊。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幅度呢，它幅度越陡的话，它速度越快；反之，它的幅度越趋平缓的话，它速度越慢啊。你只要这样记就好记了，就容易记啊。我们来看第一段啊，先慢慢的，然后突然下来啊，给大家预览看一下啊，看到没有？就慢慢的，然后突然就下来了，它是一个加速度啊，加速度。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往上跑的。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啊，第二段的话，它是从地面弹上去的，所以它的速度是由快变慢的啊。由快变慢的话，我们这样调速度，我们之前讲了，速度越快它就越陡，对不对？好，我们来调整一下，让它变陡一点。
变陡一点啊。然后呢，这边往左边拉一点啊。好，刚开始很陡，对不对？代表它的速度很快。然后它弹到越往上，它的速度就会降下来啊。我们来预览看一下，看到没有？好，再预览看一下。好，上去的时候速度就变慢了。同理，我们看第二段线啊，第二段线也是一样的，它的速度由慢变快啊。慢是什么？慢是越平缓，它的速度越慢啊。我们来这样调一下。好，这一段它是比较平缓的啊，代表它的速度是慢的。越陡，它的速度越快。好，我们来看调整完之后，我们看前两段，看一下，看到没有？就这个效果。然后后面的都是，理论上是一样的啊。我们来调节一下，后面的调法都是一样的调法。好，速度变快，往上弹的话，速度是先快，越到上面的时候，速度就越慢啊。然后这一段呢也是一样的。好，看越往上，它的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慢啊。然后往下冲的时候来个加速度，一下下来啊，一下下来。后面的调法都是一样的啊。好，都是一样的，我们来调一下，变慢变慢。然后这一段呢也是一样啊，变慢，往上越来越慢。好，下来的时候一下就下来了啊。这里再调一下。好，我们调完之后，我们看一下预览，看一下啊，是不是比刚开始要好一点啦？好，这个就是运动曲线调完之后的效果，比刚开始的时候效果要好很多啊，效果好很多。我们刚刚学习了一个小球弹跳的效果，但是有没有更快捷、更方便的一个方法呢？当然，答案是有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会用插件进行演示一下怎么去制作这个小球弹跳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用插件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制作小球弹跳动画。那么好多同学问，什么是插件？插件它其实是一款辅助啊，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那么在安装插件之前呢，我们先要对 A 进行一些调整。我们点这里看啊，编辑，我们点一下啊，这里有个首选项，然后看这里有个脚本和表达式，点进去啊。我们要把这两个勾啊给勾上，我们这里已经勾上了啊。勾完之后呢，我们点确定。好，点确定确定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插件了啊。这款插件的名字呢叫做 EasyBounce。如何安装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插件的文件啊，就是这个复制一下啊，复制一下，然后我们打开 A1 的安装盘。我的 A1 呢是安装在 F 盘的啊。好，这里 A1 软件啊，打开 Support， 点进去，然后找到 Scripts 啊这个。然后接着我们找到 Scripts UR， 这个呢就是插件的安装栏啊，安装文件。然后呢，我们把插件，刚刚我们复制的那个插件文件啊，复制进来啊，复制进来。我这个之前呢已经复制进来了啊。复制进来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擦掉。好，安装完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 A 给关掉，进行重启一下，不然的话它是不会显示那个插件的啊。我们把它擦掉，重新打开一下。我们重新打开 A1。好，这个时候啊，我们打开 A1 的窗口这里啊，点一下，我们往下拉。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发现 EasyBounce 这款插件就已经安装进来了啊，安装进来了。我们点一下啊，点一下。
啊，这里选 No 啊。这个插件其实很简单，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不要看它英文啊，不要害怕，它基本上只用到第一个按钮啊，只用到第一个按钮。好，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小球，小球刚重新创建一个吧。好，重新创建一个。好，把它的颜色改一下，改成黄色，然后把这个小球它的这个锚点移动到了中心啊，以免它出错。好，移动到之后呢，我们打开它的 P 位置键啊。好，我们切换到选取工具啊，切换到选取工具。好，在第0秒的时候，我们把它移出去，然后在第8秒的时候，它弹了进来，对不对？啊，第8帧的时候说错了，第8帧的时候它弹了进来，然后在16帧的时候它又弹了上去啊，弹了上去。好，再过6帧落下，再过6帧，这个时间尺度你们自己把握哈，自己把握。再过6帧，好，再落下，再过6帧，弹起。再过6帧，弹好，2秒之后，2秒05帧啊，直接把它移出去啊，它滚出去了啊。好，我们 K 完之后啊，我们先看一下效果，效果比较生硬啊，比较生硬。然后呢，我们这时候给它添加上插件的效果。怎么添加插件效果？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关键帧呢全部选中，全部选中之后，我们点插件的第一个按钮啊，第一个我们点一下。好，点完之后，我们发现啊，这里面多了一个关键，多了一个那个位置啊，因为它把 X 跟 Y 轴啊，它分开了啊，插件把它的 X 跟 Y 轴位置进行分开了，并且添加了曲线啊，添加了曲线。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这个效果是不是比我们刚刚手动 K 的效果好多了？对不对？是吧？比我们手动 K 的效果好多了啊！是不是感觉很棒啊？这个插件的效果还是挺棒的啊！待会儿插件呢，我会放在群里面或者我的学习资料里面啊，大家可以去下载。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A1 的表达式。那么 A1 的表达式是什么东西呢？A1 的表达式啊，其实是 A1 内部基于 JavaScript 编程语言开发的一个编辑工具。表达式的语法呢，都是源自于 JavaScript 这门语言的啊。懂编程的小伙伴在学习起来肯定会很轻松，但是不会的话，问题也不大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简化版的编程过程，记住固定的几个词啊就行了啊。但是如果想把表达式学精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也许可能会很难。我这边建议大家目前还是以了解为主啊，因为表达式对于角色动画用到的不是很多啊。那么我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是表达式啊。好，我们先新建一个合成啊，1920乘以1080点确定。然后呢，我们来新建一个矩形，点这里啊，有个矩形工具啊，矩形工具，我们来绘制一个矩形。好，绘制完矩形之后呢，我们要把矩形的这个锚点啊移动到矩形的中心位置。我们之前讲过怎么移动的，我们点这里啊，有个锚点工具，我们点一下。然后呢，我们再选中这个图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锚点啊移动到它的中心位置啊。好，移动完之后呢，我们再切回到选取工具。这时候啊，我们要想把这个矩形啊进行一个旋转，怎么旋转啊？我们之前讲过啊，键盘上的 R 键，对不对？好，我们选中这个图层，点一下键盘上的 R 键。好，这时候呢，旋转属性就打开了啊，旋转属性就打开了。这时候呢，我们只要对它的旋转属性啊进行 K 关键帧，它就可以转起来了啊。好，在 K 关键帧之前呢，我们把这个时间轴啊去放大一些啊。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然后滚轮中间滚起来，把它放大一些。好，现在就可以了啊。
首先呢，我们在第0秒钟的位置给它打上一个关键帧，点一下啊。然后我们在第3秒的位置对它进行一个旋转，旋转个2圈吧啊，2圈。好，我们播放看一下啊。键盘上的空格键就是播放键啊，我们点一下空格键。好，这时候我们看到呢，矩形呢它就转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啊，它3秒过后啊，它就不转了，它就停止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关键帧呢只打在了前3秒钟，3秒过后就没有关键帧信息了，所以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想要它继续转起来呢，我们必须要在后面继续打上关键帧。好，后面呢继续打关键帧。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后面要打好多关键帧是非常繁琐的啊。但是有没有更快捷方便的方法呢？答案当然就是有的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表达式啊，表达式。好，我们把后面2个关键帧删掉。那么表达式怎么用呢？来，我们看这里啊，这里有个秒表啊，秒表看到没有？我们普通的点一下的话是打关键帧，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在左键点一下它，好，点完之后我们就发现啊，右边这个地方多了一串英文数字，不是英文字母。这个呢就是表达式书写的位置啊，这个就是表达式书写的位置。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几个表达式啊。我们把这个删掉。好，我们看一下表达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时间表达式 ，time 星号乘以 x。好，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复制完之后呢，我们打开旋转的表达式，把这个删掉啊，然后把刚刚复制的给粘贴进来啊。time 就是时间的意思，星号后面一个 x， 这个 x 呢就代表多少圈的意思。我们比如打上一个360。现在呢，这个表达式就是每1秒钟旋转360度的意思啊，每1秒钟旋转360度。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把这个关键帧给删掉啊，只留下这个表达式。好，我们播放看一下，按一下空格的播放键。看到没有？我们现在没有给它打关键帧哦，只是利用表达式，它就会进行无限的进行这样的旋转，每1秒钟旋转360度。当然，我们这个表达式可以改一下啊，我们空格暂停一下。比如说，我们360度改一下，改成200。好。这样就代表每秒钟旋转200度啊。好，我们播放看一下啊，是不是比刚才的要慢一点啊？对吧？比刚才的要慢一点。好，这个呢就是时间的表达式。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另一个表达式，叫做振动表达式，就是这个 Winger 啊，把它复制一下啊，复制一下。然后把这个表达式给删掉啊。Winger 表达式呢，作用在它的移动属性上。我们打开这个图层的移动属性，按下键盘上的 P 键，这时候它的位置属性呢就调出来了啊。我们打开位置的表达式，怎么打开它？我们刚刚怎么打开它？是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啊，点击一下左键，好。这时候就调出来了，我们把刚刚复制的给粘贴进去。这个 Wiggers 呢，后面有个 x 跟 y 啊，这个 x 跟 y 是什么意思呢？啊 ，x 表示每秒钟的振动频率啊 ，y 表示呢每次振动抖动所偏离的像素量。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好，首先呢，我们把这个 x 啊改一下，改成20啊。y 改成30，好，现在就改成了 Winger 括号20逗号30括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我们按一下播放键。
好，发现没有，这个小正方形啊就开始不停的抖动了啊。好，我们再来修改一下它数值，看一下啊，把30改成200吧。好，200。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发现没有，改成200之后，它抖动的范围啊更大了啊。看到没有啊？我们把它暂停一下，再改回去啊，改成一个30。20呢改成100啊。好，我们再播放看一下。改完之后，我们发现它抖动的频率更快了，对不对？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100，就是它抖动的频率，后面这个30呢，就代表它抖动的一个范围大小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以上呢讲的这2个表达式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啊，当然也有些比较复杂的，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反弹表达式，看又臭又长啊，又臭又长。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把它复制一下。这个表达式呢，要作用在关键帧上面啊，所以呢，我们要先给这个方块打一个关键帧啊。我们第0秒钟先打一个关键帧，然后我们来到第15帧的位置啊，打上一个关键帧，把它移下来啊。这样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小动画啊，落下来的一个小动画。我们播放看一下啊。好，很平淡无奇啊，很平淡无奇。这个时候啊，我们给这个位置加上刚才我们复制的这个表达式啊。我们 Alt 键按住，点一下左键啊，把这个删掉啊，然后把刚刚复制的粘贴进来。好，我们看一下啊，好，全都粘贴进来了啊。我们点播放看一下啊。好，看到效果没有？它落下来的同时啊，在地面上反弹了几下，看到没有？好，这个呢就是反弹表达式啊，比较复杂，大家呢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呢，除了以上讲的这几种表达式啊 ，A 中也存有表达式一些预设啊。我们看这里一个箭头啊，我们点一下，这里面呢有很多预设的一些表达式，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研究一下啊。当然，我们也会把一些常用的表达式啊放到我们的学习群里面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好，今天呢，我们利用之前学到的一些知识啊，来制作一个小案例啊。好，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好，一个小车在路面上行驶啊。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啊。我们关掉 A， 重新打开一下啊。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双击打开 A1。好，我们这个页面直接擦掉啊。我们新建一个合成，1920×1080 30帧啊，点确定。这时候呢，我们要把素材导入进来。之前我们讲过怎么导入素材的，在这个空白处啊，右键啊，这里一个导入，然后点一下文件导入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图片，点击一下导入进去啊。这时候呢，我们要把图片啊拉到图层区。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图片啊，比这个预览窗口啊要大，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个图片给缩小一下。之前讲过怎么缩小的，按键盘上的 S， 对不对？调出它的缩放属性。好，这里调出它的缩放属性，我们把这个数值啊给改小一点。哎，好，差不多这么大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接着要把汽车啊给导入进来啊，汽车。点文件，汽车，好，点导入。这里要注意一下，我们这里要选择素材啊，不要选合成，因为汽车它是一张图片啊，我们要选择素材啊，点一下素材，点确定。好，我们再把它的轮胎给导入进来，轮胎啊，同样这里也是素材啊，素材，不要点合成哦，点素材哦。好，点确定。好，然后把汽车跟轮胎呢都拉到图层区啊，
两个全部选中，拉进来。好，这时候我们发现啊，汽车把轮胎给挡住了，对不对？轮胎在汽车的后面一个图层，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轮胎啊拉到汽车图层的上一个图层去啊，直接选中它，往上拖啊，拖上来，松掉啊，它就出现了啊。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轮胎啊移动到汽车的这个轱辘框架内啊。我们只要选中轮胎，按下键盘上的 P 键调出来的位置键啊，我们可以这样移动，把它移过来啊，对齐。好，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呢，还缺一个轮胎，对不对？那么我要把这个轮胎复制一下，怎么复制？按键盘上的 Ctrl 加 D 啊 ，Ctrl 加 D， 这样呢，它就复制出了2个轮胎啊。然后我们把复制出来这个轮胎的位置呢，也变一下啊，按键盘上的 P 键调一下它的位置啊。好，这样呢，我们汽车就看得比较完整了啊，完整了。好，把这个关掉啊。然后呢，这时候我们的汽车啊，跟3个轮胎分成了3个图层，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个3个图层啊进行一个打包啊，打包。怎么打包？我们先选中汽车这个图层，然后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加选轮胎，按一下，这样我们3个图层啊就全部选中了啊，全部选中了。这时候呢，我们要把它和打包一个组，怎么打包？按键盘的 Ctrl 加 Shift 加 C，Ctrl 加 Shift 加 C 啊，按一下，它就有个预合成，就是打包的意思，打包的意思啊。这里我们确定要把这个各位勾上，将合成持续时间调整为所选图层的时间范围啊。然后我们不要选这个哦，这个也选不了，你要选这个，将所有属性移动到新合成。我们点一下确定，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原本的3个图层啊，就合并成了1个图层啊。这时候我们控制这个图层，我们打开这个图层的 P 键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整体啊，汽车跟轮胎就变成了一个整体啊，可以随便的移动。当然，我们可以点进去这个打包组啊，点进去，双击点进去，这时候我们看到啊，里面3个图层在这个打包组里面啊。我们可以单独的对轮胎啊进行一个旋转啊，车子啊对的进行一个震动的一个调整，都可以在这个打包组里面进行啊。把这个擦掉啊，这里给擦掉啊，回到组合成啊。这时候呢，我们汽车啊要往前开，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汽车的头啊给调过去，就把它反转一下。那怎么反转？我们要点开，选中这个合成啊，这个大的合成啊。按下键盘的 S 键，然后我们把这个小锁啊给去掉，约束比例这个小锁给去掉，把前面这个100啊改成负的100。哎，当改完之后，我们发现车子啊这个头啊它就调过去了，对不对？好，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吧，啊改一下，右键哦重命名，改成小车啊。方便记忆啊，小车啊。这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小车啊，飘在这个地面上方，对不对？我们把它往下移一点。好，我们打开它的 P 键啊，位置键，往下移一点啊，让它停在这个路面。好，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车啊，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打开它的 S 键，缩小键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调它了，我们要把这个约束啊给打上，约束比例打上。如果你不打上，它会变成什么样啊？不打上你调会变得，我们看一下啊，你看，它会变成这样啊。我们撤回，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约束比例给打上啊，这样的话我们再缩小啊，这样就比例性的缩小了啊。缩小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车啊往下移一点，贴近路面啊，贴近路面。好，再往后移一点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小车啊往前面去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里呢有2种方法啊。第一种呢就是给这个小车啊打上关键帧，让它往前行驶啊。第二种呢就是小车在原地不动，让我们背景图层呢往后移动，造成一种小车往前行驶的一种错觉啊。在这里呢，我们选择用第2种方法啊，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选中背景图层啊，点一下键盘上的 P 键，打开它的位置属性啊，给它打关键帧。在打关键帧之前呢，我们发现右边这个时间轴这一块啊，它的跨度比较大啊，我们把它放大一下。怎么放大 ？Alt 键，鼠标键盘的 Alt 键按住，鼠标的中键滚轮滚几下啊。好，现在就可以了啊。我们来到第0秒啊，给背景图层打上一个关键帧。好，我们来到第4秒，把背景图层往后移啊，一直移出屏幕为止。好，移出屏幕。好，这时候呢，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啊，这样是不是就有种小车往前开的那种错觉了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当这个小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左边有图片啊，右边已经空了，这个很显然是不行的啊。这个要怎么解决呢？方法也很简单，我把背景图层复制一层出来啊，选中当前的背景图层 ，Ctrl 加 D 啊 ，Ctrl 加 D 是复制的意思啊，复制当前图层。然后我们把复制出来的这个图层呢，打开它的位置属性啊，把它的位置属性给删掉啊，给删掉，选中把它删掉。然后呢，把它这张图片往右移啊，往右移。这时候我们发现没有，2张图片就出现了。这时候我们要把2张图片怎么样对接起来啊，连起来。好，连起来。好，这样就差不多连起来之后呢，我们选中刚刚这个图层，点一下它的复制链接啊，这个棒棒糖啊，选中它，不要松手，然后把这个复制链接指向前面这个图层啊，前面这个图层，松手松掉啊，复制链接啊，复制链接我们之前有讲过的不熟悉的同学可以回去看一下啊。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后面这张图片啊，它的复制链接给到了前面的这张图片，这样的话，前面这张图片干嘛，后面这张图片就会跟着干嘛啊？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啊。键盘上的空格键就是播放啊，我们按下空格键。好，是不是变长了？好，停止啊。好，我们把这个预览区域啊给缩小一下。预览区域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 N 键是快捷键啊 ，N 键啊 ，N 按一下。这时候呢，我们的渲染视窗只有4秒钟啊，我们只需要这4秒钟。这时候呢，我们发现啊，播放看一下啊，背景移动是有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这个车啊，它的轮胎没有动，对不对？那一般的开车它的轮胎都要转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点进这个小车啊，点进去，我们选中这个轮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轮胎。前面那个眼睛啊，就是当前图层的显示跟关闭啊，显示跟关闭。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轮胎的锚点是不是在中间啊？都是在中间的啊。这时候呢，我们要给这个轮胎啊打上关键帧，让它转起来。好，我们选中这个图层，按一下键盘上的2键啊。好，旋转属性就调出来了。好，把这个时间轴区域再放大一下。刚刚啊，我们的外面这个大的合成里面啊，它总共有多少？4秒钟，对不对啊？4秒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啊，只要打个4秒钟的旋转就可以了啊。我们首先在第0秒打上一个关键帧，我们来到第4秒钟啊，再让它旋转个3圈吧啊，3圈。好，我们来播放看一下啊。好，反了啊，轮子反了，轮子转反了啊。我们应该把它改成-3啊，-3。好，播放看一下啊。好，这时候就正了啊，这时候就正了。
上面后面这个轮子呢也是同理啊，打开它的 R 键，旋转啊，打上关键帧，在第0帧打一个关键帧，第4秒啊，把它的旋转3圈啊。好，我们播放看一眼。好，现在已经转起来了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汽车轮胎啊，它是转起来的，但是我们感觉好像总是缺少了点什么啊。因为汽车啊，在行驶的过程中啊，它不是一直很平稳的，它都会有一些颠簸啊，上下的颠簸。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要给汽车的车身啊加上一个上下的一个位移啊，很小很小的一个位移。我们打开汽车的 P 键啊，位置键，我们点一下啊，点一下第0秒的时候打一个关键帧，然后第1帧的时候我们再上移一点啊。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2个关键帧啊，上下抖动啊。然后我们后面呢接着再复制啊，把前面2个再复制一下 ，Ctrl C，Ctrl V。好，再复制一下啊，看一下 ，Ctrl C，Ctrl V。其实啊，这样打关键帧啊，特别的麻烦。虽然效果还是可以啊，有点快，但是呢，我们还可以用更简单的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表达式啊。这里呢，我们就不接着 K 下去了，因为太麻烦了啊。我们把它删掉，我们用表达式来做。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表达式叫什么 ？Wiggins 是吧？震动的一个表达式啊。然后怎么打开表达式的？按住键盘的 Alt 键，鼠标左键点击这个小秒表啊，点一下。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表达式的编写窗口。我们把这个删掉哈。那么震动的表达式呢，怎么写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之前我们讲过啊，这个啊，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好，我们把它粘贴进来。哎，被关了，重新打开一下啊，把它复制进去。这个 X 呢表示幅度。Y 呢表示振动的范围啊，我们先来一组数字看一下啊。好，10个5。好，有点夸张啊，有点夸张，所以再改一下，数字有点大啊。2。好，现在是不是有那种感觉了？好，现在是不是有那种感觉了啊？我们用 K 关键帧的方法也可以实现的，但是比较麻烦啊，要 K 很多关键帧。所以说呢，我们这里用了一个表达式啊，表达式。那么既然振动它有表达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上面的旋转这个关键帧删掉，也用表达式来执行呢？啊，也是可以的啊。好，我们把上面这个关键帧再删掉，我们也用表达式来制作。好，如果要我们的车轮的话，无限的进行一个旋转的话，我们要用到什么表达式啊？我们之前讲过一个 time 表达式，对不对？好，我们来试验一下啊。好，这时候呢，我们打开旋转的表达式啊，键盘的 Alt 键按住，点一下鼠标的左键啊，这个。好，我们输入 time 表达式，给它一个每秒钟360度啊，360。我们播放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轮胎先隐藏一下啊，隐藏一下，播放看一下啊。哎，这时候好像轮胎的旋转方向反了啊，我们再看一下。好，轮胎的旋转方向啊反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360度啊前面加一个负的啊，负的。好，我们再播放看一下。好，这时候呢它就正了啊，这时候就正了。好，同理呢，我们把下一个轮胎啊也这样操作啊，我们把它显示一下。打开，我们把原先的这个旋转的关键帧啊删掉，打开旋转的表达式啊，我们点一下啊。我们同样的
输入 time 表达式，是负的啊，不要忘了是负的啊。好，我们再播放看一下啊。好，这时候呢就可以了啊，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啊。好，这时候我们看呢，我们这三个图层呢，它都有一个动效啊。之前我们都是通过推关键帧来表达它的动效的，但是我们现在用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就是通过表达式来实现它的动效啊。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啊。好，我们回到主图层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来播放一下。哎。现在是不是有种感觉了？现在是不是还可以了？好，这个呢就是汽车行驶的动画啊。好，那么我们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要讲解人物的一个入门级绑定啊。入门级绑定，入门级的绑定，相较于我们这个教程后面的一个中高级的绑定而言呢，它显得比较的简单啊，比较适合初学的人来学啊。它可以实现我们动画中60%-70%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啊，基本的需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我们先把它暂停一下。好，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角色啊，它的手跟脚，它有4个圆的白色的，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个白色的啊，这4个白的呢，就是我们手跟脚的一个控制器啊。它们的图层在这里，看到没有？我们选动这个控制器之后，我们移动一下它。啊，看到没有？我们的脚啊就可以动了，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另一只脚，我们选中这个控制器，我们的腿也可以动了啊，形成一个弯曲的啊，非常的逼真，对不对？好，我们的手也是一样的啊，移动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胳膊也会动起来。好，另一只手呢也是同样的效果啊，同样的效果。好，再来看我们的头啊，我们头也可以进行一个旋转。我们头也可以进行一个旋转，我们把头点进去，看我们的嘴呢，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嘴型的一个切换，啊，各种各样的嘴型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切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解这个人物它是如何绑定的啊，如何绑定出来的。好，那么在绑定我们这个角色之前呢，我们先要有这个角色的一个原画，对不对？啊，原画，所以说呢，我们先要在我们的一个绘图软件里把这个角色啊给绘制出来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常用的一个绘图软件呢是 AR 啊，是 AR，我们把这个关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点击不保存。好，就是这个软件啊，叫做 AR，简称叫 AR，全称叫 Adobe Illustrator 啊。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款软件呢，而不用 PS 去绘制呢？重点在于我们这款软件啊，它属于一个矢量图形软件啊，矢量图形软件。什么叫做矢量图形软件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好，我们先点进去，随便点进去看一下。这个小男生呢，就是我们用 AR 绘制出来的一个软件啊。什么叫做矢量图形软件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图形放大，你看，当我们把这个图形放大之后啊，我们看到它的边边角角啊，并没有变得模糊起来，而是依然非常非常的清晰，看到没有？啊，一点都不失真。像一般普通的图片，我们把它放大之后就会变得非常模糊啊，是不是？那么这款软件绘制出来的图形呢，它就没有这个缺点。无论你放大多少倍，100倍、1000倍，甚至10000倍，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它永远不会失真啊。这个就是矢量图形的一个优点啊，矢量图形的优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绘制角色的时候啊，优先使用我们的一个 AR 矢量图形软件进行绘制。好，我们把这个先关掉啊，先关掉一下。好，我们重新打开一下它啊。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软件可能比较陌生啊，不着急，我们从开始打开它，我们会一步一步讲解它是具体用来干嘛的。好，我们打开之后，我们先看到左边啊，这里有个新建，这里有个打开。打开的话就是打开以前的一些图片的啊，以前我们没有绘制好的或者已经绘制好的图片的。
然后上面一个新建呢，就是我们要新建一个工程啊，我们要开始新绘制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就要点这个啊，点新建。好，我们这里呢就点新建。点完新建之后呢，我们把鼠标移到这儿啊，图稿和插画。其他的呢都是一些移动设备啊，或者用来打印的一些功能啊。这里呢我们不常用，我们直接点击最后一个就好了啊。最后一个它是用来干嘛的？上面写的图稿和插画，对不对？它是用来设置我们的绘图一个画布的一个大小啊，画布的大小。什么是画布呢？就好比说我们要画画之前，我们先要有一张纸，对不对？那么这个纸呢，究竟该有多大呢？多高呢？多宽呢？啊，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它这个下面1280乘1020，这个就是画布的一个宽跟高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把画布定义为1920乘1080啊，1920乘1080。我们左键点击选中，选中完之后，我们看右边啊，右边我们基本上让它保持一个默认状态就好了啊，我们不用去动它啊。然后我们点击创建。好，创建完之后，我们看到这块白色的呢，就是一块画布啊，它就是1920乘1080的一个画布。然后我们看左边啊，左边这里是工具栏，它里面主要是一些选择工具和一些我们的画笔工具的啊，一些橡皮擦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看上边啊，上面是文件夹啊，用来保存文件啊，以及一些我们的效果啊，一些窗口栏啊，都在这里。这上面呢，我们基本上很少用到，我们基本上就用到一个文件啊，就基本上用到一个文件。下面呢，就是对我们一些绘制出来的一些图形啊，进行一些设置，比如说设置我们图形的描边的一个大小，我们绘制出来的一个点的大小，以及我们的一个不透明度啊，不透明度。好，我们再来看右边啊，右边呢，我们重点看这里有个图层，对不对？这里的图层呢，跟我们 A 里面的图层啊，它是一样的啊，分上下图层的关系啊，分上下图层的关系。我们这里呢，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一个应用啊，大概的一个应用。好，刚刚呢，我们只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 AI 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分布啊。虽然说这些分布很多很多啊，但是呢，我们真正绘图呢，只用到了这么一两个工具啊，只用到它里面的1-2个功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绘制我们的角色啊。那么在绘制角色之前呢，我们先要有一张参考图，对不对啊？参考图。那么这个参考图怎么导入进来呢？首先我们看这里啊，这里有个文件，我们点击一下啊，往下看，这里有个字录，看到没有？字录我们点击一下。好，我们把我们刚刚那个角色啊选中啊，我们选中完之后，我们点击字录。字录完成之后呢，我发现我们的鼠标啊就变成了一张图片了，看到没有啊？我们移动到哪儿，它就会跟到哪儿。这时候呢，我们把鼠标放到顶端，左键按住标松，往下拖。好，拖，好，松掉。这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这张图片呢就被导入进来了，紧接着我们要把这张图片啊给锁定一下，怎么锁定呢？我们看右边，这里有个图层，对不对？这里图层1啊，刚刚我们这张图片呢就被导入到图层1里面去了。然后呢，我们把图层1给锁定一下，我们把鼠标移动到这个空位置的地方，看到没有？这空的位置，左键点击一下，它就出现了一个小锁，看到没有？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图层啊，它就被锁住了，我们就无法进行控制它了，我们也无法在它上面进行绘画什么的啊。我们锁住完之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我们在新的这个图层上面啊，按照它的样子把它绘制出来啊，那么新建图层怎么新建呢？我们看这里有个3道杠，我们点击一下啊，看到没有？这里有个新建图层，我们点击一下。好，然后呢，它弹出一个对话框啊，这里就是我们新建图层的一个名称啊，我们让它保持一个默认就行了。其他的话也保持默认，我们不用动它，点击确定就好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新建了一个图层2，紧接着呢，我们就在图层2这个上面把
把这个人物啊给描出来好，那么具体怎么描呢？好，这里呢我们会用到一个钢笔工具啊，钢笔工具。那么钢笔工具在哪？就在这里，看到没有？钢笔一样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点击一下。点击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鼠标就变成了一个钢笔，对不对？啊，就变成了一个钢笔。好，紧接着我们把这个画面啊放大一些啊，放大一些。怎么放大呢？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啊，加鼠标中键滚轮键啊，往前推啊，看到没有？它就这张图片就被放大了。好，紧接着我们把它往下拉一点，接着我们就用钢笔工具啊，把这个头先绘制出来啊，把头先绘制出来。好，我们现在这里啊，这个拐弯处我们点击左键点击一下，点击完之后，你发现没有？我们钢笔工具啊就可以拖出一条线了啊，看到没有？拖出了一条线。好，紧接着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下巴这里，我们再左键点击一下，这时候点击完不要松，鼠标左键按住不要松，往下拖，看到没有？往下拖，直到把我们这个线啊，看到没有？把我们的线跟我们这个嘴巴进行一个贴合。贴合完之后，我们再把鼠标左键给松掉啊，给松掉。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嘴巴这个边呢就被画好了，看到没有？它只画了这一段啊，只画了这一段。然后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它嘴巴这边怎么多了一块白的啊？怎么多了一块白的？多了白的不说，我们这个线呢还是连接在我们的钢笔上面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线给删掉，或者是去除掉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啊，键盘上的 Alt 键按住。然后鼠标在空白的地方啊，空白的地方左键点击一下，看到没有？它线就没有了，此时啊，我们接着再处理我们这块白色的啊，这块白的是什么意思啊？这块白的就是我们的填充，看到没有？它其实就是填充、填色的意思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它先关掉呢？点击这里啊，这里有个填色。啊，看到没有？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有个道红杠啊，这个有道红杠，我们直接点击一下红杠。哎，点击完之后，我们发现它这块白色的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它的填色部分就没有了啊，只留下了这个描边啊，只留下了这条描边。好，我们接着来绘制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点啊，在它的末点，我们再点击一下。哎。它又可以拉出一条线，对不对？好，紧接着我们在这耳根这边再点击一下，点击完之后，鼠标左键不要松，往上拖啊，直接拖，看到没有？直到把我们的线啊跟我们的下巴进行一个重叠啊，松掉之后，我们再把这条线给切断 ，Alt 键按住，鼠标左键点击空白处，好，就切掉了。这时候我们看到啊，我们就从这儿。啊，一路画到了这儿啊，这样画了一条线，对不对？一条圆弧的，不是圆弧啊，就接近圆弧的一条线，就把它的下巴就已经画好了啊。紧接着我们再描它的耳朵啊，把它耳朵的描起来。好，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鼠标在这个点的位置啊，再点击一下。好，我们在这个位置啊，再点击一下，然后点击完之后不要松，直接拖啊。好，跟我们的耳朵位置进行对齐。好，我们接着用同样的方法啊，我们先把它切断，再重新点击一下。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啊，再把这半边的耳朵边给描起来。好，然后呢，切掉，再点击一下，再在这个位置啊，把它描一下。好，再切断，再点击一下，在这个拐角处点击一下，再往上拉。好，按住之后不要松，再拖啊，把它的弧形啊跟我们的头发的弧形进行对齐。好，松掉，再切断，Alt 键按住，鼠标点击空白处啊，切断。这样的话，我们就从这儿一路画到了这儿，对不对？好，紧接着我们画这一段啊，画这一段。用同样的方法啊，我们鼠标左键点击这个点。好。点击完之后，我们把线拖到这儿啊，拖到这个边上。鼠标左键点住，不要松，往左边拖啊，
把它的边跟这个我们头发的边进行一个对齐。好，我们再切断 ，Alt 键按住，鼠标点击空白处，就切断了。紧接着我们把这个再连上这边再连上，鼠标左键点击一下。好，我们来到这里，鼠标按住标松往下拖，拖。好，这时候呢，我们这里呢就已经绘制好了到这里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人物的角色的一个脸给绘齐了给绘齐了，看到没有？这一圈就已经绘齐了。紧接着我们按下键盘上的 V 键V 切换到我们这个选择工具它的快捷键是 V 然后我们把这个框选这个我们绘制好的这个一圈把我们刚绘制好的这一圈那个线全框选一下，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给它一个填色，之前填色是被我们关掉了，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双击点进去，我们把它的颜色填充成我们脸部的一个颜色填充成我们的脸部的一个颜色。我们找一下这里可能不太好找我们先随便选一个颜色先给它一个黑色，给它随便一个颜色，我们点确定我们选择一个白色了选成一个白色了。这个时候我的脸它是一个纯白色看到没有？一个纯白色。那么怎么把它的颜色换成我们的胳膊的或者是脸的颜色呢？在这里呢，我们只要按下键盘上的2键。2键是什么意思？2键就是这个，看到没有？吸管工具，它的快捷键是2快捷键是2。我们点击一下吸管工具我们在这里面吸一下吸一下，看到没有？我们点击吸完之后，我们的脸它的颜色就变成跟我们的吸的颜色变成一样的了一样的了。好，我们再切回去。好，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描边的这个颜色也不小心被我们吸没了描边它之前的描边是黑色的，对不对刚刚被我们不小心给吸没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再选中这个描边我们来到这里。之前我们看这里是一个填充，对不对？填充的后面看到没有？有一个叫描边一样的东西，它有一道杠，说明它被取消了。那么我们要想把它再打开呢，我们就双击一下它。好，双击完之后，我们重新给它一个颜色然后点确定。这时候不小心给它一个白色了我们重新双击一下，把它选中黑色选中黑色，我们点确定，看到没有？点击黑色完之后，我们的描边又出现了，是吧？一圈黑色的描边黑色的描边。好，我们的面部绘制完之后，我们紧接着我们把我们的头发就是这一圈的黑色的头发，我们也把它绘制出来也绘制出来。好，我们同样的选择钢笔工具，我们在脸这个点的位置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我们来到头发的顶点的位置我们左键点住，按住标松，往后右拖右拖，把它的弧度跟我们的头的弧度保持在同一个位置。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头发这一块多了一个颜色这块颜色跟我们的脸部的颜色是一样的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绘制这个我们的头发的时候没有把它那个填色给关掉没有把它填色给关掉。我们直接把它填色给关掉，怎么关？就下面这个小红杠这个，我们点击一下。好，点击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填色就被我们的关掉了好，那么我们接着来绘制我们头发这一块。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下，好，再把它连接到耳朵上。那么紧接着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黑色给填进去呢？是直接点填色吗？我们先来试一下直接随便给它个颜色。大家发现没有？出错了，对不对？当我们直接给它一个填色的时候它直接出现了有个斜杠一样的一个白色的上面是半圆底下这个斜杠的一块白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呢？那是因为我们在绘制头发的时候我们只绘制了上半部分的一个圆
这个圆它并没有封闭起来啊，并没有封闭起来。所以呢，当我们给它一个填色的时候啊，它自动按照我们最后一个点跟最开始的一个点之间啊，把它连成了一条线啊，以这条线进行一个填充，这就导致了我们的一个出错啊，导致了我们的一个出错。好，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我们首先撤回去啊，撤回去 ，Ctrl 加 Z 撤回去上一步啊 ，Ctrl 加 Z 撤回上一步。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黑色填进去啊？填到这一块呢？方法也很简单啊，我们切换到选择工具，我们把头部啊，整个头部全部选中。选中之后，我们点击对象，我们点击对象啊，这里有个实时上色，看到没有？啊，实时上色，我们点击建立。好，建立完之后，我们鼠标在空白处再点击一下，不要选中它啊，不用选中它，然后再点一下我们的吸管工具，我们在黑色这里吸一下，然后再按键盘上的 K 键，把它填进去啊 ，K 就是填色的意思。我们点击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黑色啊就已经填进去了，看到没有？我们把背景图层关掉一下，看到没有？我们的黑色就已经填进去了。我们先把它隐藏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耳朵啊，我们的耳朵这边还有一个小窝没有画，对不对？好，不着急，我们再来绘制一下我们的耳朵这个小窝。小窝的话，我们直接给它一个圆，好不好？这里给它一个圆啊，圆。我们点击矩形工具，长按不要松，这里有个椭圆工具啊，我们点击一下。好，椭圆工具，我们直接在这里面绘制一个圆啊，绘制个椭圆也行。就是耳朵这个一个阴影啊，耳朵一个阴影。好，我们先不管颜色啊，先把它往左边移一点啊，按键盘上的 V 啊，切换到选择工具，把它移动一下啊。好，我们选中这个黑色这个半圆啊，这个椭圆，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填色啊，看到有个填色。好，我们之前讲我们怎么用吸管工具改变它的颜色的。好，我们先选中这个圆啊，选中这个圆，然后我们切换到吸管工具。吸管工具，我们吸一下我们的脸部的颜色。我们吸完之后，我们发现啊，它的颜色啊，这个椭圆的颜色啊，跟我们的耳朵的颜色一样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耳朵需要一个阴影啊，这个圆主要是用来实现我们的耳朵的一个阴影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把这块圆它的颜色啊，比我们皮肤色啊要深一点啊，要深一点。好，我们这时候我们来到填充这里，填色这里，双击一下，我们把它的色调啊往下拉一点啊，看到没有？往下拉一点啊，我们来这点稍微深一点。好，这个位置的颜色啊，看这里啊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点确定，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类似耳朵一个阴影的一个效果啊，阴影的一个效果。我们这时候我们再把它隐藏一下，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除了阴影这一块呢，我们耳朵上面还有几个描边，对不对？哈，一个小山一样的一个描边。好，紧接着我们来绘制一下这个小山一样的描边，我们用什么来绘制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毛笔工具啊，画笔工具这里，长按第一个画笔工具，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呢，选中完画笔工具之后呢，我们把它的填色改成黑色啊，填色这里看到没有？双击一下，我们把它改成黑色啊，拉到最底，点确定。然后我们来绘制一下我们耳朵的一个描边啊，里面那个描边。好，这样的话，我们耳朵的一个小描边就已经绘制好了啊，绘制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角色的一个头部啊就已经绘制完成了啊，绘制完成了。我们的脸呢，就是我们的眉毛啊、眼睛啊，不着急啊，我们在后面进行绘制啊，在后面进行绘制。好，我们的头部绘制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图层的名称改一下啊，我们双击一下啊，看到没有？它原本是图层2，我们把它名称改一下，改成叫头部啊，点确定。好，改完之后，我们把这个图层啊再锁定一下。好，锁定完之后，紧接着我们来绘制我们这个角色的一个身体。
好，紧接着我们来绘制一下我们的身体啊。在绘制身体之前呢，我们要新建一个图层，把这个身体啊也单独放一个图层里面啊。好，点击这个3条杠，我们点击一下。好，看第一个啊，新建图层，我们点击一下。好，直接点确定。这样的话，我们就新建了一个图层啊。紧接着，我们就在这个新建的图层上面来绘制我们的身体。好，我们选择钢笔工具。好，我们来开始绘制我们的身体啊。我们先把这个边啊给描一下啊。之前我们讲过，这白色的是什么的啊？这个白色的是填充，对不对？那怎么先把它关掉呢？我们点击这里啊，这里一个白色，对不对？这里一个填色啊，我们双击填色，或者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一个无啊，点击这里一个无啊，点击一下啊，它填色暂时就关掉了。我们先把这个边啊给描上去，好不好？好，放大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呢啊，这个一圈啊基本上已经绘制好了啊，然后仅剩下我们的这个衣领这一块啊。好，我们紧接着把这个线先切断啊 ，Alt 键按住，鼠标点击空白处，点击一下啊，它就切断了。好，我们重新再点击一下它，我们把它绘制一下啊，往左拖啊，好，再切断，再重新连。好，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轮廓啊，就已经绘制好了啊，绘制好了。好，我们紧接着绘制我们身体的这个口袋。还有这个圆啊，还有这个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绘制这个口袋吧啊，先绘制这个口袋。口袋很好绘制啊，它直接是一个正方形。好，然后呢，我们再绘制这边的一个口袋。好，然后呢，我们再绘这个拉链啊，衣服这边的一块拉链。我们直接选中这个矩形工具。这边呢有一条直线段工具啊，我们先用这个直线段工具，我们选择一下，它就是用来画直线的啊。好，我们来到这条线，好，左键拉住，不要松，往下拖啊，往下拖。好，这样的话，我们的一条线啊就已经拉好了啊。然后还有哪里呢？还有我们这个纽扣啊，纽扣。好，纽扣的话，我们也选这个啊，选择这个。好，在这里呢，我们选择椭圆工具啊，椭圆工具，点击一下。好，然后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圆给绘制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选择的是椭圆工具，如果我们直接画的话，它是一个椭圆形，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其实是个椭圆形。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绘制一个正圆呢？就是按住 Shift 键啊，按住 Shift 键，然后进行绘制，它就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圆啊，看到没有？它就是个正圆啊。好，我们选择切换到选择工具，把它往这边移一点。好，下面这几个纽扣啊，它的形状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下来就好了啊。那么怎么复制呢？我们的键盘的 Alt 键按住啊，Alt 键按住，鼠标左键点击这个圆，直接往下拖啊，不要松，直接往下拖啊，你看到没有？它就直接复制下来了。好，下面那个也是哦，Alt 键按住，鼠标左键按住，不要松，往下拖，一样的啊。然后 Alt 键按住，鼠标左键按住，往下拖。啊，看到没有？它就直接复制一个下来了啊。这个最后面一个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呢，我们再绘这个口袋里面这个圆啊，我们把它同样的方法也拖进来。啊，然后左边这个也有个圆，我们同样的方法也把它拖进来。好，然后在我们的衣服这边呢有个小三角，对不对？好，我们来用钢笔工具就可以实现啊，点击一下。好，切断。好，切断。好，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个地方没有绘制，还有我们的脖子，对不对？啊，我们把我们的脖子也画一下啊。我们点击这里啊，点击这里，然后给它往上拉啊，往上拉。
好，我们在这里呢直接给个平的啊。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这一段啊就已经绘制好了。其实我们身体还有这个腰带这一个部分，对不对？好，我们再把腰带这个一部分给绘制一下啊。好，然后呢，腰带这里面还有一个椭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选择椭圆这个东西，直接给它绘制个椭圆啊，把它移上来。好，其实这个地方啊，还要给它绘制一个半圆啊，给它绘制一个半圆。那为什么要给它绘制个半圆呢？就因为啊，待会儿我们画两条腿的时候，我们的腿不是要走路吗？对不对？我们腿要走路的时候要往前跨，跨出去之后，那如果这里面没有这个半圆遮挡的话，它会显示这个地方是空的啊，会显示的特别难看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啊给填充一下，就画一个半圆啊，给它画一个半圆。好，那么画半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好，就不要给它加描边了啊，我们把描边关掉，点这里哦，这里啊，这里有个描边，看到没有？我们直接点这个小红杠啊，点击一下，它的描边就关掉了。那么紧接着我们选择钢笔工具啊，我们从这里开始绘制一个半圆。啊，切断。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半圆，但是这条线呢，它是隐藏的啊，它是隐藏的，我们不选中它，你是看不见的啊，你是看不见的。好，我们把这个背景图片关掉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再把头关掉一下。关的话就是这个小眼睛哦，这小眼睛就是隐藏的意思啊，隐藏我们后面这个图层的意思啊，小眼睛就是隐藏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钢笔工具啊，把我们的身体啊给描出来了啊，给描出来了。只不过呢，我们下面有一个隐藏的这条线啊，我们不选中它，它是看不见的啊。好，紧接着我们要给这个身体啊进行上色啊，进行上色。那怎么上色呢？那选中，切换到选择工具啊，我们把这个身体全选，光选度啊，全选度之后，我们来到对象啊，这里一个对象，点击一下，下面有个实时上色，看到没有？实时上色啊，点击后面的建立啊，建立，点击一下。好，点击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啊进行上色了啊，进行上色。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一下空白的地方啊，不要选中它啊，不要选中它。然后呢，我们把参照的身体打开一下啊，打开一下，然后我们开始吸取参照物身体上面的颜色，然后把它填充给我们这个填充到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啊。好，我们先吸取它，那怎么吸取呢？按键盘上的2键，2键啊，看到没有？它就变成了个小吸管啊，它就是在这里啊，快捷键是2键啊，2键，点击这个吸管工具，然后我们吸一下这个身体，怎么吸呢？就左键点一下，点击完之后，你看到没有？左边这个填色层就变了颜色，对不对？啊，这就代表我们的颜色就已经吸取成功了。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要把颜色填充进去。那怎么填充呢？按下键盘上的 K 键啊 ，K 键就填充的意思。好，我们按完 K 键之后呢，你发现我们鼠标变成一个小油枪的图标，看到没有？好，我们把这个小油枪移动到我们的身体上，看到没有？移动到哪一块，我们的身体就高亮了起来，看到没有？啊，身体就高亮了起来。好，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直接左键点击一下，看到没有？我们就把把它关掉，我们就把我们刚刚吸取的颜色填进来了啊。我们再移动到这一块，我们再点击一下，左键点击一下，哎，身体的颜色也填充进来了，对不对？我们把它后面显示一下，我们再吸取一下它的其他颜色啊，我们再吸取一下腰带的颜色啊。键按一下键盘上的2键，吸取一下颜色，然后我们再按 K 键给它填充进去啊，给它填充进去，填充。那腰带我们直接给它一个黄色，好不好？我们呢直接填充的话，我们也可以双击这里啊，也可以双击这里啊，直接给它改颜色，看到没有？或者我们直接吸取它的这个颜色，点击吸取一下啊，然后把它关掉，看一下，按 K 再按一下，它就填充进来了啊，它就填充进来了。
刚刚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打开啊？打开是为了吸取它的颜色的啊，打开这个参照物是为了吸取它的颜色的啊。我们再来吸取一下这个口袋啊，口袋，左键点击吸取一下，再按 K 键啊，再把它填充进去啊。我们再吸取一下，再按 K 键把它填充进去。同样的 R 键吸取啊 ，K 填充 ，I 键吸取啊 ，K 填充啊，再来 R 键吸取 ，K 填充啊，这个直接是黑色的啊 ，K 填充，按 K 键是填充啊 ，K 键都是 K 键填充啊，填充进去。然后呢，脖子这一块我们也把颜色吸取一下啊，按 R 键吸取一下颜色，按 K 键填充啊。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一块颜色我们还没填进去啊，同样的按 R 键吸取一下颜色，按 K 键进行填充。好，我们把背景这个关掉一下，看一下，看到没有？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颜色啊就已经全部的填充好了啊，填充好了。其实方法总结一下，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先把它的边呢，先用钢笔工具把它的边给描绘出来啊，描绘出来。描绘出来之后呢，这里有个注意点啊。钢笔工具，我们描这个底部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的描边啊给关掉再描啊，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描边了啊。这个底下的为什么不让它有描边呢？就是待会儿啊，它有一个腿啊，它腿在走路的时候啊，它只是起到一个填充的作用啊，起到一个填充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线全部描好之后呢，我们再框选它啊，框选它，我们点击对象啊，对象实时上色啊，点击建立。点击建立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身体啊进行一个填色了啊。填色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先吸取啊，这里用吸管吸取一下颜色，吸取谁的颜色呢？吸取把我们背景打开啊，就是吸取我们的背景的颜色。吸取完之后呢，我们这里啊它的颜色就是变了啊，就变成了我们的背景的吸取的颜色了。然后我们吸完之后呢，我们再按键盘上的 K 键啊 ，K 键把我们刚刚吸的颜色啊。左键点击下就可以填充进去了啊，填充进去了。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接着来绘制我们其他的部分啊。我们把这个再新建一个图层啊，点击三条杠，左键点击新建图层，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啊，直接点确定。好，我们把这个身体啊也隐藏一下啊，小眼睛先关掉，把它隐藏一下。我们把背景图层再打开，我们把画好的先锁定一下啊，锁定一下。好，锁定完之后呢，它就不能动了啊。好，我们紧接着在我们新建的这个图层上面绘制我们其他的肢体啊，绘制我们其他的肢体。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绘制我们的胳膊好不好啊？绘制我们的胳膊。我们的胳膊呢也很好绘制啊。怎么绘制呢？我们点这里，先点击矩形工具，点击一下。我们先绘制胳膊啊，胳膊。我们的胳膊呢跟手臂啊，它其实是分开的，是两个图层啊，两个图层。我们这里呢先绘制我们的胳膊啊。我们先绘制一个撤回一下。我们把描边打开啊，描边打开。描边我们选择一个黑色啊，黑色描边，点确定。描边在这里哦，看一下，我们选择黑色啊，黑色点确定。好，我们先绘制我们的胳膊啊，先给它一个长条。好，那我们绘制这个长方形之后啊，我们还要把它做出一个改变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胳膊、我们的手啊，它的头部啊都是一个半圆的，看到没有啊？头部都是一个半圆的啊。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把这个长方形啊，它这个头部这一块啊，跟这一块也要变成一个半圆的啊，变成一个半圆的。那怎么？我们看这里啊，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小圆，看到没有？啊，脚的位置这里有个小圆，看到没有啊？按我们切换到这个工具再选中哦，切换到直接选择工具之后再选中啊，选中它啊，选中它，然后再加选这边一个点。我们的两个点啊，加选完之后，我们往内拉，左键按住标松，往内拉啊，继续拉，继续拉啊，看到没有？好，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圆啊，它就形成了个圆。我们再来处理这一边啊，同样的，我们选择这个点。按 Shift 啊，按住键盘的 Shift， 再加选这个点啊，然后呢，左键按住标松，往内拉。好，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两头啊，变成了这个圆啊，两头变成了个这个圆。好，我们把它往左边
移一点，我切换到选择工具，把它往左边移一点，啊，往左边移一点。好，这时候呢，我们还要把这一头的线啊给隐藏掉啊。那为什么要把这根线给隐藏掉呢？因为这一边啊，它是前面是我们的手臂，后边是我们的胳膊，对不对？那我们的交汇处啊就不能有描边，不然的话看得很畸形啊，看得很畸形。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一段啊，圆头的这一段它的描边给隐藏一下。我们来操作一下啊，我们点击橡皮擦工具，长按呢橡皮擦工具，它下面有个剪刀工具，看到没有啊？剪刀工具，我们点击一下剪刀工具。点击完剪刀工具之后呢，我们的鼠标啊就变成了一个十字啊，十字形，看到没有？它就是一个剪刀，它这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剪刀啊。好，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这个线这里啊，我们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我来这里啊，这里有个锚点啊，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锚点。好，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一段就已经被切开了啊，就已经被切开了。好，我们再来到下边，这一段呢也有个锚点，我们在锚点上再点击一下。好，这样的话，它的这一边啊就已经切断了啊，跟我们后面的就已经切断了，它就属于单独的一条边了啊，单独的一条边。好，我们切换到直接选择工具，我们选中这条边，选中这条边之后，我们来到这里啊，来到这个描边这里，我们直接把它关掉。哎，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它这条边啊，它的描边就消失了啊，看到没有？它这条描边就消失了，后面的描边没有消失哦。因为我们刚刚用剪刀在这里咔嚓剪了一刀，在这里咔嚓剪了一刀啊，所以把前面这段描边跟后面的这段描边给切断了，然后我们给这一段的描边给它单独关闭啊，单独关闭，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样子啊，形成了这个样子。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胳膊啊就已经绘制好了哦。它这里呢还有一个袖口，对不对啊？袖口，好，我们用这个椭圆工具就可以绘制，或者我们直接用矩形工具啊，矩形工具点击一下，我们再来绘制一下这个袖口，它这边也有个袖口啊，我们把这个袖口再绘制一下。我们先绘制个矩形啊，绘制个矩形。绘制矩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它袖口是有描边的，对不对？好，我们把这个袖口的描边打开一下，点击这里描边哦，我们给它添加啊，添加，这样的话它的描边就出现了啊。紧接着我们把这个长方形啊给它变成一个前面啊，前面是椭圆的，下面也是椭圆的啊。还记得怎么操作的吗？我们切换到直接选择工具啊，我们选中这个点啊，然后再按 Shift 加选这个点啊，把它往下拖啊，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一个圆了啊。好，我们下面的同样的方法也操作一下。好，先选中这个点，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加选这个点，好，往上拖，好，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一个圆滑一点的一个矩形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左边胳膊就已经绘制好了啊。那么我们接着来绘制我们的手臂啊，手臂。那么我们的手臂就很好绘制了啊，手臂就很好绘制了，直接给它一个矩形，对不对？然后再把矩形的端点啊，平的端点给它拉成这个半圆啊，拉成这个半圆。好，我们绘制手臂的时候啊，我们要单独的再新建一个图层啊，再新建一个图层。好，我们把这个胳膊画好的胳膊把它锁定一下啊，锁定一下，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好，我们在这个新的图层上面再绘制我们的一个胳膊。好，我们选择矩形工具，好，我们给它绘制一下。好，紧接着把我们这条手臂它的平头端点啊给拉成一个半圆啊。同样呢，我们切换到直接选择工具。好，我们来加选这两个点，先选中它 ，Shift 按住，再加选这个点，往下拉，哎，它就变成这样了啊。好，我们再处理这边，选中 ，Shift 加选，往后拖。好，这样的话，我们的手臂也绘制好了啊。紧接着，我们要把这条描边啊，这个圆弧的这一部分的描边啊，给它隐藏掉啊，给它隐藏掉，或者说给它关掉。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先用剪刀给这里咔嚓一刀，再在这里咔嚓一刀啊。切换到剪刀工具，好，我们直接在这个端点上咔嚓一刀啊，左键点击一下，
好，它就切断了。我再在这里再左键点击一下，好，它也切断了。我们再切换到直接选择工具，我们把它选择这条边，就可以把它直接关掉了啊，关掉，在这里关掉啊，看到没有？描边啊，描边直接点这里，好，这样的话它就关掉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的手臂的颜色啊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需要把它的颜色更改一下啊。我们选中这个按 V 啊，切换到这里啊，选择工具，我们选中这个手臂，它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对不对？我们先选中这个手臂，然后再按键盘上的2键或者点这里啊，吸管工具，我们吸一下啊，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它颜色就变过来了啊，颜色就变过来了。这时候我们发现它这边的半圆呢还没有吸过来，对不对？那么我们再选中这个半圆啊，选中这个半圆，我们再按键盘上的2键来吸取一下颜色。这样的话，它整条胳膊就变成了我们的手臂这个颜色。好，这时候有细心的同学发现我们这边的一个描边怎么消失了？就是因为我们在吸取它的颜色的时候啊，把它的描边也给吸没了啊，把描边给吸没了。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再选中它，我们再把它的描边给打开啊。点击这里描边啊，点击第一个颜色啊，看到没有？点击完之后，它的描边就又出现了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下图层的关系。好，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的手臂啊，好像处在我们的胳膊的前面，对不对？啊，那没关系，只要把我们的手臂这个图层啊，看到没有？这个是手臂的图层啊，放到我们的胳膊的图层后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遮挡的关系，看到没有？就形成了一个遮挡的关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一块的颜色啊，它是跟我们的袖子的颜色是一样的，这不应该，对不对？应该是跟我们的手臂的颜色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把它的颜色也改一下啊，没关系的啊，只要先选中它，按住键盘上的2键吸取一下啊，这样的话它就变为了我们的这个手臂的颜色。同时呢，我们再把它的一个描边给关掉。啊，描边在哪里关的？在这里，对不对？好，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红杠。好，这样的话就显示正常了啊，显示正常了。好，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胳膊好像还太靠前了啊，再把它往后缩一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胳膊，对不对？好，我们把这个袖口啊锁定一下，我们全选这个手臂。好，把它往右来一点啊。好。我们把背景图层关掉一下，看一下啊，这样的话一条完整的胳膊就 OK 了啊，就 OK 了。好，为了方便分辨呢，我把这个图层的名称再改一下啊，图层的名称再改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好，这个其实叫手臂，对不对？好，我们把它双击一下，改一个左边手臂啊，左边手臂。好，上面呢我们也把它改一下，双击一下。啊，取消啊！我们把它锁先去掉啊，双击一下啊，然后再把它再改一下，叫左边胳膊，左边胳膊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是身体，对不对啊？身体我们把它锁先去掉，然后再双击一下，把它名称改一下，改成身体啊，身体啊。头部我们已经改过了，我们就不动它了啊。好，我们最后看一下，我们的左边手臂跟胳膊啊就已经绘制好了。那么我们右边可不可以把它直接复制过来呢？啊，当然可以了啊。那在复制过来之前呢，我们先再新建一个图层，新建图层啊，新建图层之后，我们把左边这条胳膊啊直接复制给它。我们先把手臂这个图层锁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框选啊左边胳膊。因为我们的左边手臂啊，它只是被锁住了，所以呢，我们就选不到它了啊，就选不到它了。我们的身体呢也是被锁住的，所以我们在框选的时候呢，现在只能选中我们的左边胳膊啊，只能选中我们的左边胳膊。好，我们左边胳膊选中之后呢，我们 Ctrl 加 C，Ctrl 加 C 复制一下啊，选中这个图层6啊，就是我们新建的这个图层，再 Ctrl 加 V 啊，粘贴进来，看到没有？啊，就粘贴进来了。好，粘贴进来之后，我们把它的方位啊再改一下啊，方位改一下，怎么改方位呢？在这个选中的图层之后，我们右键，好，右键这里有个变换啊，有个变换，看到没有？变换，再看这里有一个镜像啊，我们点击一下镜像，这里呢选中我们的垂直啊，选中垂直，
然后直接点确定，看到没有？它就转过来了，它就转过来了。好，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胳膊跟它对齐。好，我们然后呢，把这个图层的名称再改一下，叫做右边胳膊。好，我们紧接着把我们的手臂啊复制给我们的右边，我们再来新建一个图层。好，我们来复制一下我们的手臂。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手臂啊它是锁着的，对不对？我们来把这个锁给解开，把我们的胳膊给锁上啊，右边胳膊再锁上。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选到其他的图层上去了啊。好，我们来框选一下，看到没有？框选完之后，它就选中了我们的左边手臂。好，我们 Ctrl 加 C 啊，复制一下。我们切换到图层7这边啊，新建的一个图层7这边 ，Ctrl 加 V 粘贴进来。好，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它位置给对调一下啊，对调一下。右键啊，这里有个变换，这里有个镜像啊。好，点确定。好，这里保持垂直哦，点确定。好，这样的话，我们的手臂就调过来了啊。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它跟它对齐啊，跟它对齐。来一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下图层的一个上下级的关系。这时候呢，我们手臂这个图层明显是在我们这个胳膊的图层的上方，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手臂把我们的胳膊给挡住了，这块给挡住了，看到没有？在这里呢，我们把它的图层位置给对调一下啊，对调一下，把我们的手臂这个图层放到我们的胳膊图层的后面啊。我们手臂图层是哪一个？是这个，对不对？我们先把它改一下啊，名称改一下，右边手臂啊。好，我们把我们的手臂这个图层拖到胳膊这个图层的下方啊，拖下来啊，看到没有？这样的话，它的位置就正常了啊，就正常了。好，把这个关掉一下。好，这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胳膊就已经绘制好了。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绘制我们的腿啊，绘制我们的腿。好，我们先把我们绘制好的这个胳膊、手臂以及身体我们先把它隐藏一下啊，隐藏一下。好，我们打开背景图层，我们来参照它这个腿来把我们的腿给绘制一下啊。好，我们绘制腿的话，也要新建一个图层，我们把这个锁一下，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我们来绘制我们的腿啊，绘制我们的腿。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腿啊，我们的腿的话，这边直接给它一个长方形啊，给它一个长方形，点击这里哦，矩形啊，直接给它一个长方形啊，撤回一下啊，不能给它，因为它腿有点弯度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直接用钢笔工具吧，好吧？不能用矩形啊，矩形太直了。好，绘制一下，好，切断。重新点击这个点，好，往上拖，好，我们再按键盘上的 A 键啊 ，A 键就是切换到这个直接选择工具，直接选择工具就是用来选择点的啊，选择点的，往下来一点，颜色我们不着急的改啊，不着急的改。好，重新切换到钢笔工具，我们选中这个点，好，给它一个圆度。好，这样的话，我们大腿的裤腿已经绘制好了啊。紧接着呢，我们来更改一下我们裤腿的颜色啊。好，我们切换到 V 啊，切换到选择工具，点击一下它，然后我们在这里啊，看到没有？它现在的填色是什么？就是这个皮肤的颜色，对不对？我们按一下键盘上的2，就是这个吸管工具。好，在点吸管工具之前呢，我们先要保证一定要先选中它啊，选中它。我们再切换一下吸管工具，然后我们在这裤腿上我们吸取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点击完之后，我们的大腿就已经把颜色给吸上来了啊，吸上来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它的描边给打开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大腿就已经绘制好了啊，绘制好了。好，我们来绘制我们的一个，紧接着我们来绘制我们的腿绘制我们的这个小腿部分。
好，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好，新建完图层之后，我们把这个大腿给锁定一下，锁定一下。好，我们切换到钢笔工具。好，我们来绘制一下我们的腿啊。好，我们先把我们的脚给绘制出来，小腿啊，小腿绘制出来。好，直接给它个正方形、长方形啊，我们来切断。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颜色啊变成我们这个腿的颜色啊，变成我们腿的颜色。我们切换到吸管工具，我们在这里吸一下，好，它的颜色就变过来了啊。然后呢，我们把它的一个描边给打开，点击这里啊，有个颜色。好，这样的话，它的颜色就描边就打开了啊。好，我们把它的名称再改一下，这个叫小腿啊，小腿。好，这个叫大腿。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图层位置啊给调换一下，小腿应该放在大腿的后面啊，放在图层的后面，这样就显得比较正常了，位置就显得正常一点了啊。好，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来绘制这个人物的一个脚啊，一个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人物的脚啊，它比较虚啊，比较虚，不太容易观察。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它重新导入一个鞋子啊，给它换一个鞋子好不好？啊，给它换个鞋子。好，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啊，这里点击三角杠，左键点击一下啊，这里有个新建图层，我们再给它新建一个图层，点击确定。然后我们把这个鞋子呢导入到这个新的这个新的这个图层里面啊，点击文件啊，置入啊，置入一个新的鞋子，我们就置入这个新的鞋子啊。这个鞋子的话，也可以去网上找啊，好多网站里面都有像这种卡通鞋子的，好，我们点击置入。好，我们就在旁边绘制一下啊，就把它放这里。好，我们把它放进来之后呢，我们把它锁定一下。好，锁定完之后，我们来到小腿这个图层啊，小腿这个图层，在小腿这个图层里面，把这个鞋子绘制出来啊，绘制出来。好，那具体怎么绘制呢？我们用钢笔工具啊，钢笔工具，先用钢笔工具把它勾勒出来啊，把它外形勾勒出来。好，在勾勒之前啊，我们把这个鞋子这个图层呢，放到我们的小腿图层下面啊，放到我们的小腿图层下面啊，这样的话你绘制的时候可以观察到我们绘制的一个图形。好，我们选中小腿这个图层，好，我们切换到钢笔工具，好，我们开始绘制啊，好，把它拉弯啊，跟这个鞋子的外形一个匹配。好，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白色，对不对？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一个填色啊，填色，我们把填色先关掉，好不好？啊，填色怎么关呢？在这里，对不对？先点击把它拉上来啊，拉上来，然后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小红杠，再点击一下啊，它就关掉了。紧接着我们看到这条线啊，它的弯曲度跟我们的鞋子的弯曲度不一致啊，所以我们把它切断一下。Alt 键按住，鼠标左键点击空白处，点击一下啊，它就切断了。我们再重新拉一根线。啊，把它拉的跟鞋子贴合啊！啊，这个太上了，我们往下来一点。好，在这里再打个点。好，在这里我们再拉个弯。好，我们再把线切断一下。Alt 键按住，鼠标左键点击空白处。好，我们再切断一下，Alt 键按下，点击鼠标左键在空白处点击一下。好，重新拉一条线。好，然后再拉下来啊，这边再给它一条线，绘制鞋的底部啊，然后在这里呢再把它拉弯啊，跟鞋子匹配。好，这样的话，我们的鞋子的一个外形啊就已经绘制好了。我们把鞋子隐藏一下，看一眼啊，看到没有？啊，有人说你这个鞋子的边呢太细了啊，人家这个鞋子的边这么粗，对不对？啊，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的边呢给变粗一点啊。我们切换到选择工具，先选中这个鞋子啊，选中它，然后我们看上面，这里有个描边，对不对？
描边的右边呢，它有个数值 EPT 啊，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描边的一个粗细啊，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这个数值，给它改了一个11啊，看到没有？它就变粗了，对吧？好，我们接着来绘制啊，来绘制这边啊，鞋子的底部，我们切换到钢笔工具。好，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当我们选中这条边的时候，就是这个鞋子的外框的时候，我们再切换到钢笔工具，再给它拉线的时候啊，就会出现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问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点击看一下，诶，它没有拉出线了，拉不出线了，为什么？我们刚刚这里点击一下的时候，发现这里多了个锚点啊，看到没有？好，我们测绘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我们选中这条边的时候，我们再用钢笔工具在上面加点进行拉线的时候，它线呢是拉不出来的。一定要确保我们没有选中这条边，一定要确保不选中这条边啊，不选中这条边。我们先选择，我们切换到选择工具，我们在空白处点击一下，点击完之后，我们取消了它的选择，对不对啊？取消了它的选择，我们再切换到钢笔工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啊拉线了，看到没有？啊，它就可以拉线了。好，看到没有，对吧？那刚刚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重新切回去啊，我们选中一下它。刚刚为什么拉不了线呢？啊，我们先把它选中啊，先把它选中，我们再切换到钢笔工具。那是因为当我们选中这条线的时候，我们再切换到钢笔工具，我们把钢笔工具放到这条线上面的时候，它就不是绘制了啊，它就是看到我们钢笔工具有那个图标有什么变化没？啊，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啊，我们的小钢笔旁边多了一个加号，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钢笔工具就变成了添加锚点的作用了啊，它就不起到一个绘制的作用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想在这条线上继续加线的话，就前提啊，它的前提一定要先取消这条线的选择啊，取消这条线的选择，我们再点击钢笔工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条线上进行加线了啊，进行加线了。好，我们撤回一下。好，那么这条线绘制完之后，我们紧接着再绘制中间啊，看到没有？中间还有一条细的线啊，我们再切换到钢笔工具。我们这个时候呢，把它的线呢给宽度给弄小一点啊，弄细一点，改成个5啊。好，改成5，切换到钢笔工具，我们再来绘制一下。好，切断 ，Alt 键按住鼠标左键点击空白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条线也绘制完了。好，紧接着我们绘制这3条杠啊，3条杠。好，我们切换到钢笔工具。然后呢，我们绘制这3条杠呢，它首先是一个没有描边的，对不对？啊，没有描边的一个矩形。好，那么怎么绘制呢？我们把它的描边啊先给关掉啊，关掉。然后呢，我们选中钢笔工具啊，我们在这里开始绘制，因为它没有一个描边，对不对？我们已经把描边关掉了。好，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下。好，这里画一个。好，切断 ，Alt 键按住，在空白处点击一下，它就切断了。看见没有？它就绘制出了一条隐藏的线啊，隐藏的一个矩形的长方形的一个线啊，隐藏的啊，隐藏的。待会我们直接填色进去之后，大家就看不到描边了啊，看不到描边了。好，我们来绘制第二个，对吧？好，绘制第3个。好，切断。这样的话，我们3条杠啊，3条杠它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描边就已经绘制好了啊，绘制好了啊。有人说，哎，它这个鞋子啊，还有前面的红色，中间的粉色，后面也是另一个粉红色，对不对啊？3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呢，我们这里啊也要给它加一条隐藏的线啊，一个隐藏的弧度的线，这里也要加一个啊。好，我们在这里来绘制一下。
拉一条，好 ，Alt 键按住在空白处点击左键切断，好，在这里再加一条隐藏的线，好，点击一下，好，切断，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鞋子一个外形以及里面的一些描边隐藏的线呢就已经绘制好了啊。紧接着我们就要给这个鞋子怎么样填充颜色，对不对？好，我们先把它全部选中，框选全部选中框选，然后点击这里对象，好，往下这里有个实时上色实时上色，点击建立。好，我们在空白处点击一下。取消它的选择，我们然后再把这个鞋子给显示后面鞋子显示，紧接着我们就吸取这个鞋子的颜色，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填色给它进行一个填色。吸取颜色是怎么吸取它？我们之前讲过这里对不对吸管工具，我们点击一下吸管工具，我们先吸取一下这个鞋子的颜色，左键点击一下吸取，好，再按 K 给它填进去，好，左键吸管工具吸取一下，再按 K 键盘上的 K 键K 键的填充颜色点击一下填进去。我们再吸取一下白色吸取颜色的快捷键是 R 键盘上的 R 键。好，吸取一下，我们再按 K 键填充这个 K 键填充 ，K 键填充 ，R 键吸取颜色 ，K 键填充，2键吸取颜色 ，K 键填充，同样的 K 键填充。这里我们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间这个线不小心被我们填充的时候弄消失了没关系，我们选中它选中这个线，把它的描边给打开要双击一下，给它一个颜色给它一个黑色黑色看到没有？黑色就出现了黑色就出现了。那么我们再把它变粗一点V 键先选中它。V 键选中不了那么就用直接选择工具选中这条描边，我们在上方这里一个描边给它的粗细改一下，改成5改成5。好，这样的话它就变粗了一点了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鞋子就已经绘制好了绘制好了。我们把这个背景这个鞋子给关掉，或者把它直接删掉，把它拖下来，拖到这个小垃圾篓，看到没有？小垃圾篓松掉它就自动删除了。然后呢，我们把鞋子跟我们这个小腿进行一个对齐我们全部选中这个鞋子把它翻转过来，我们右键在鞋子的图层上右键，这里有一个变换，然后镜像镜像，这里选中垂直垂直，点确定看到没有？它就转过来了然后把它缩小一下，缩小的快捷键是什么？缩小的快捷键是 S 按下 S 之后，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按住 Shift 键之后，鼠标在空白处左键按住，往左边滑看到没有？它就缩小了。按住键盘，为什么要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呢？ Shift 键就是让这个鞋子进行等比例的缩放如果你不按 Shift 键，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它就缩的有点变形了一定要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然后左键在空白处点击，然后不松，往左边滑它就可以自动缩小。好，缩小完之后，我们把这个鞋子跟我们的这个小腿进行对齐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鞋子它缩小之后它的粗了，它的这个描边太粗了，对不对？跟我们这个腿的描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对吧？没关系，我们再把它改细一点改细一点直接点0.2，我们看一下0.25、0.5、0.75都可以改的就给它一个3，好吧？这样的话看着还好一点3还是有点粗给它一个2。改描边的很好改就选中它了，然后在这里这里是统一的改描边统一的改描边，就是我们的鞋子上所有的描边都统一，全部选中之后统一给它改描边好，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好的，鞋子有点长，对吧？我们再按 S 键。这时候呢，我们不按 Shift 键，把它
Y 轴缩放一下啊。好，缩放完之后，我们把它进行对齐。这样的话，我们左边这条腿的这个鞋子啊就已经绘制好了啊，绘制好了。那么右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左边这条腿直接复制给右腿，好不好？啊，直接复制给右腿。好，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新建一个图层啊。我们先把这个大腿啊复制给它，好不好？啊，把大腿复制给它。我们把大腿这个锁先去掉，我们选中这个大腿啊 ，Ctrl 加 C 啊，再切换到选择这个新的图层 ，Ctrl 加 V 粘贴进来，把它移过来啊。好，就放这里啊。我们把这个小男孩的背景图片关掉一下啊，关掉一下。好，我们再来复制我们这个小腿啊，小腿，再新建一个图层啊，新建一个图层。这个图层呢是放小腿的啊。好，我们把大腿这个图层锁一下，我们把小腿这个图层呢解开，然后我们框选这个小腿啊，这个大腿把它锁一下啊。我们框选这个小腿啊，框选它 ，Ctrl 加 C， 复制以后呢 ，Ctrl 加 C 字复制啊。我们再切换到这个新的图层 ，Ctrl 加 V 粘贴进来。好，把它对齐。啊，往右来一点啊。好，我们来调整一下图层的位置关系。我们这个腿啊，应该在我们大腿的后面啊，大腿的后面，我们把它形成一个遮挡的关系。好，这样的话看得比较好了啊，看得比较好了。好，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为什么呢？啊，我们先把大腿给隐藏一下啊。我们这里呢，建议大家最好把这条边啊，直边变成一个圆形的边啊，变成一个半圆形的边啊，这里变成一个半圆形的边。为什么呢？当我们这个大腿啊进行走路的时候，它不是要弯曲嘛，对不对？啊，这条大腿跟这条小腿要进行一个弯曲。那弯曲的时候，如果这条线是平的话，会容易出现一个穿帮啊，容易出现一个穿帮。所以呢，我们这里建议大家把这条直线呢变成一个有弧度的啊，变成一个有弧度的线。好，我们大腿这个先关掉一下啊。那么如何给这个横的这条平的线给它添加一个弧度呢？在这里呢，因为我们这条线呢，它不是用我们矩形绘制的啊，因为它是用我们钢笔工具进行绘制的，所以在这里呢，它不能进行拉我们这个内点让它进行变成一个椭圆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怎么给它添加一个有这个半圆形的弧度呢？方法也很简单啊，我们先选中这个小腿啊，我们来再给它绘制一个矩形啊，矩形，我们来绘制一下啊。好，我们绘制好矩形之后呢，切换到直接选择工具啊，直接选择工具，我们选中这两个点啊，先选中它，再按键盘上的 Shift 键加选啊，加选这个点。好，往内拖。好，我们拉下来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半圆的啊，半圆有弧度的一个半圆，对不对？紧接着我们把它的描边给关掉啊。好，我们再选中剪刀工具。这里剪刀工具看到没有啊？剪刀工具这里啊，然后我们在这里把它切掉。好，切掉之后呢，我们切换到直接选择工具看到没有？这一半就切掉了，我们就把这一半给删掉。好，我们把切掉的这一半拿下来，把它卡在这个上面啊，进行一个对齐。好，这样的话腿它就有了一个半圆啊，就有了一个半圆。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半圆复制出来给这个角，好不好给这个角。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腿对的啊。先选中它选中它 ，Ctrl 加 C 复制一下。复制一分之后，我们切换到这条腿切换到这条腿这个图层。切换到它之后，我们 Ctrl 加 V 粘贴进来然后我们把它也放到这个上面来。好，往右移一点好，这样的话，两条腿它的一个半圆就做好了就做好了。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两个鞋子就已经绘制好了绘制好了。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有没有还要绘制的。
好，这时候我们发现啊，我们这个腿啊跟鞋子啊之间啊，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啊？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个袜子，对不对啊？不然的话，这样它显得太难看了。好，紧接着我们把这条腿上面的一个袜子啊给绘制一下啊。好，我们先把另一条腿给隐藏一下啊，隐藏一下。那袜子怎么绘制呢？我们袜子的话，我们直接给它一个矩形，好不好？啊，这里给它一个矩形啊，行不行？好啊，给它一个黑色的矩形啊。那有同学要问了，我们这个袜子怎么画呢？因为我们现在绘制这个绘制这个袜子的话，它就直接盖在了我们这个鞋子的上方，对不对？啊，显得比较难看。那怎么绘制呢？我们撤回一下啊。好，我们找到这个小腿这个图层啊，它前面有个小三角，看到没有？好，把小三角打开。好，它紧接着它下面又出现了3个小图层啊，看到没有？其实啊，它图层下面还有3个小图层，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袜子绘制好之后啊，我们在这里面调整一下它的上下级关系就可以了啊，对不对？好，我们选中这个小腿，我们直接开始画啊，直接开始画。我们选择矩形工具，我们把它的描边打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袜子颜色啊再改一下啊，改成一个黑色，好吧？好，我们直接给它绘制一个黑色的啊，就绘制在这儿。好。我们绘制好矩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时候我们小腿这个图层下面啊就多了一个矩形的这个小图层啊，矩形的小图层。紧接着我们把矩形的小图层呢拉到我们的鞋子的下方，哎，这样就看到没有啊？我们切换到选择工具啊，这样就发现没有啊？它的袜子就已经 OK 了。当然，老师说我不喜欢黑色的，那我也可以改成其他颜色啊。双击一下，我们可以改成其他颜色。啊，改成一个黄色看看啊，黄色好一点啊。好，那么我们的左边这条小腿呢处理好之后呢，我们紧接着我们再画一下右边这条腿的啊，显示一下右边这条腿，我们把左边隐藏一下。好，我们再给它一个矩形啊，给它一个矩形。好，我们切换了这个小腿的图层上。好，我们来绘制一下，我们把这个前面的显示甲进行一个对比啊，在同一条线上。好，我们把前面的隐藏一下。绘制好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小腿这个图层，点击前面那个小三角，打开它，然后把我们这个黄色的图层啊拉到我们鞋子的下方啊，看到没有啊？这样就 OK 了啊，这样就 OK 了。这个应该能懂吧？就是我们鞋子啊，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图层啊，一个总的一个图层，在它图层下面呢还有很多的小图层啊，它小图层啊，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小图层它的一个位置关系啊，让我们实现这个视觉上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把它其他的全部打开，把背景隐藏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2条腿啊，它的图层关系跟我们的身体的图层关系不对，对不对？我们应该把2条腿啊的图层放到我们身体图层的后边，对不对？啊，我们首先我们找到身体。好，我们把这个图层的名称改一下啊，叫右边小腿啊。好，这个改成左边小腿吧。好，紧接着我们把身体这个图层呢放到我们2个小腿的图层的上面啊。我们找到身体这个图层，它在哪儿啊？把锁去掉啊，把锁都去掉。身体图层在这，对不对？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啊？是的啊。把我们的身体图层移动到我们的2条腿的上方，哎，这样是不是就盖住了？把2条腿给盖住了，对不对？啊，这样子就 OK 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好，这个名称我们也把它改一下吧，看一下这个是哪里？右边大腿啊。好，这个重新改一下，叫左边大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地方要改的或者是填充的。还有我们的头部，对吧？我的头部跟我们身体的关系啊，它的一个图层关系也是错的啊，应该把我们的头部这个图层呢放到我们身体的图层的上边，对不对？对吧？好，我们找到头部这个图层，头部图层在这儿，对吧？把它移动到身体图层的上边。好，
这样是不是啊就看着就 OK 了？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角色啊大部分就已经绘制完了啊。我们角色的眼睛跟嘴巴呢，我们一会儿再绘制啊。好，紧接着呢，我们来绘制一下这个角色的眼睛跟我们的嘴巴啊。好，我们新建一个图层。好，新建一个图层，我们把它名称改一下啊，叫做眼眶啊，或者叫眼白。好，我们选中矩形工具。我们切换到椭圆工具啊。好，在这里呢，我们为了绘制出一个正圆呢，我们要按住键盘的 Shift 键啊 ，Shift 键。好，因为是眼白啊，但它这里是黄色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把它的填充色改一下啊，双击一下，改成白色。好，切换到选择工具，我们把它往左边移一点。好，我们再给它一个眼白啊 ，Ctrl 加 C， 再 Ctrl 加 V 啊，把它放在这儿。好，这样的话，我们两个眼白啊就已经绘制好了啊。那么还有眼珠，对不对？那么再新建一个图层啊，把名称改一下，叫做眼珠子。好，我们来绘制一个椭圆，把这个椭圆呢改成一个实心的啊，把这个椭圆的填色呢改成黑色啊。我们先把这个眼白给锁一下啊，锁一下。好，这呢就是我们的眼珠子啊，把它往左边来一点。那人物不可能光只有一个眼珠，对不对？那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啊，Ctrl 加 C，Ctrl 加 V 啊。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角色的眼睛跟眼珠啊，眼白跟眼珠就已经绘制好了，还缺什么？还缺嘴巴，对不对？好，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好，我们选择钢笔工具，我们再来给它绘制一个嘴巴。在绘制嘴巴之前呢，我们把其他图层锁一下啊，锁一下，避免动到其他图层啊，避免动到其他图层。好，我们给它绘这个嘴巴。钢笔工具绘制喽。好，我们把它的填色给关掉啊，这个线再切断，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嘴巴就绘制好了啊。我们切换到选择工具，直接选择工具，把它的嘴形状改一下啊。我们再把嘴的这条描边啊，把它变粗一点啊。变粗怎么变粗的？啊，再往下面来一点。啊，切换到选择工具，把它往下拖啊。好，我们把它变粗一点啊。变粗怎么变粗的？这里对不对啊？这里往上抬。好，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到没有，它的这个边呢是垂直的，看到没有，是一条直边啊。这条线的边是直边，那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有弧度的呢？我们选中这条描边，选中它。然后看这里一个描边，对不对？我们点击这个描边的两个痣，点击一下它。我们把端点跟边角选中第二个选中第二个端点跟边角选中第二个，看到没有？第二个它就是源头端点啊。这里呢也是源头连接啊。我们选中之后，我们再来看它，对不对？再来看这条线，它的这个端点就变成一个源头的了啊，源头的，看到吧？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角色就已经绘制好了啊，绘制好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一个眉毛，对不对？好，我们再把眉毛绘制一下。好，我们再给眉毛绘制一个图层，把这个名称改一下，叫嘴巴啊。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给它画两个眉毛啊，画两个眉毛。同样的，我们用钢笔工具。啊。好，然后呢 ，Ctrl 加 C，Ctrl 加 V， 对不对 ？Ctrl 加 C，Ctrl 加 V 啊，把这个移动到这边来。好，这样的话就 OK 了，对不对？好，再把它的图层名称改一下，叫眉毛。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角色就已经绘制好了绘制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了很多个图层，对不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右边胳膊一个图层眉毛一个图层，嘴巴一个图层，眼珠子一个图层眼白一个图层，然后我们的头部也是单独的一个图层，然后我们身体也是单独的一个图层右边大腿一个图层，这刚刚是左边大腿这个是右边大腿一个图层右边小腿一个图层左边小腿一个图层，然后是我们右边手臂一个图层左边胳膊一个图层左边手臂一个图层就这样分层的分层的。好，那么我们这个角色绘制好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角色导入到我们 A 里面进行一个绑定让它能够动起来，好吧？好，我们先把它保存一下把锁去掉，把这个背景图的给删掉放那个小垃圾篓里面就删掉了我们把它 Ctrl 加 S Ctrl 加 S 就是保存把它保存一下。紧接着我们就把它导入到 A 里面，对它进行一个绑定绑定我们关掉。那么在人物绑定之前呢，我们先要安装2个插件。那么在安装插件之前呢，我们先要确保我们的 A1 的插件的开关是开着的是开着的。那具体是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点击 A1 里面的编辑编辑往下看，这里面一个首选项首选项，然后往右，这里有个脚本和表达式我们点击进去。好，我们来看它的最上面有个应用程序脚本它下面有2个选项。在我们安装插件之前，我们一定要确保这2个选项的勾是勾着的一定要确保它是2个勾是勾着的。好，打上勾之后，我们再点确定我们接下来再给它安装插件好，那么在绑定人物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安装2个插件一个是我们的 Motion Sharp 插件，另一个呢是我们 Duke 插件这个是用来绑定的。而这个 Motion Sharp 的插件呢，它是用来制作我们的嘴部说话的一个动画的那么这2个插件我们具体如何安装呢？它们的安装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打开插件之后，我们找到 G 后缀名，我们找到后缀名以 GSXBIN 的一个文件找到这个文件，然后呢把这个文件呢复制一下复制完之后呢，我们找到我们的 A1 的一个安装盘我的 A1 是安装在 F 盘的我的 A1 是安装在 F 盘的我们找到 A1 安装盘之后呢，我们点击进去，点进去之后呢，我们找到这个文件Support Files 然后点进去，然后紧接着我们再找到一下这个 Scripts Scripts 点进去，然后紧接着我们找到这个Scripts UR Penis 找到这个文件，然后双击进去，把我们刚刚复制的那个插件粘贴进来我这里呢已经粘贴进来了我就不粘贴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Duke 安装方法首先我们打开 Duke 的这个脚本，我们同样的找到这个 Duke Basil 后缀是 GSX 的这个文件，找到这个文件之后，我们同样的把它复制一下复制完之后，我们同样的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 A1 A1 的安装盘里面去首先打开这个 A1 安装盘，然后找到 A1 的安装的主文件，点击进去 Support Files 这个文件再点进去，然后紧接着我们找到 Scripts 然后再进去，然后我们再找到 Scripts UR Panels 这个就是放插件的一个文件夹然后我们双击进去，我们再把我们的 Duke 右键然后再粘贴进来就好了粘贴进来就好了。这里呢我就不粘贴了因为我已经安装进去了。好，这个呢就是我们2个插件的一个安装方法。那么我们这个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再来打开 A1 看一下它具体有没有安装进去它在哪里打开，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打开 Duke 之后我们安装好的插件它在哪里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在我们的窗口这里，看到没有？点击窗口，然后我们往下拉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 Duke Basil 就是我们刚刚安装进去的一个插件。
然后还有一个插件是 Motion Sharp 啊，这个插件，安装了这2个插件啊。这个 Motion Sharp 呢，就是用来制作我们的嘴部说话的啊，嘴部说话的。Duke Bezel 呢，就是用来制作我们的骨骼绑定的啊，这2个插件。好，当我们这个角色绘制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导入到我们的 A1 来对它进行一个绑定啊。好，首先我们把它关掉，我们打开 A1。好 ，A1 打开之后呢，我们先把这个页面给擦掉啊，给擦掉。我们在这里点击新建合成，然后呢，我们宽度保持1920，高度保持1080啊，帧数率是30帧啊，持续时间是3分钟啊。好，我们点确定。好，紧接着我们点这里切换到项目，我们把我们刚刚绘制好的一个小角色导入进来。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Ctrl+R 啊，快捷键就是导入的意思。我们把刚刚这个角色导入进来。好，导入进来之后，这里出现了一个对话框啊。然后呢，我们这里选择导入种类啊，我们要把它切换到合成。然后这里保持文档大小啊，点确定。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角色就导入进来了。我们把它拖入到我们的图层区。好，我们双击进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背景颜色啊太黑了，对不对？我们把它背景颜色改一下啊。我们选中这个合成，右键啊，右键点击合成设置。这里有个背景颜色，看到没有啊？它现在是黑色，我们把它修改一下，改成稍微白一点啊。点确定。好，在这里再点确定。好，这样的话它就背景颜色啊就稍稍的白一点了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再干一件事，就是把我们这些所有的图层啊全部选中。选中之后，我们把它的栅格打开啊，一定要先把它的栅格打开，不然的话，你绑定之后再打开它的栅格会报错啊，会报错。好，我们这时候咱把我们的人物啊稍稍的往中间移一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每一个图层的一个锚点位置啊，锚点位置。我们先看啊，第一个图层是什么？是胳膊，我们给它一个单独显示啊，就是独立显示，就让其他的图层不显示，只显示它这一个图层啊。我们选中这个图层，我们点击这里啊，这里看到没有？第一个空格，我们点击一下，这样的话，它只显示这一个图层了啊，其他的图层都被隐藏了啊，这个就叫做单独显示啊，也称为独立显示。好，我们把它独立显示之后，我们干嘛呢？我们看这里啊，当我们选中这个图层之后呢，我们发现它的锚点啊，看到没有？这个是它的锚点，它的锚点在这儿。我们要把它锚点更改一下啊，把它放到哪儿呢？把它放到这儿啊，放到我们这个胳膊的一个根部啊，放到我们胳膊的这一个根部。好，我们选择这个锚点工具，我们紧接着把它的锚点移动到这儿。好，移动到它的根部啊。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胳膊就处理好了。紧接着我们再处理第二个，把它关掉。这样的话，其他的图层又全部显示了啊。我们再处理第二个，我们再处理这个手臂，好吧？我们找到一下手臂这个图层啊。那手臂是什么？右边手臂是吧？好，右边手臂，我们给它一个单独显示啊，独立显示。好，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手臂的锚点在哪？锚点在这了，对不对？我们把它的锚点也移过来，放到它的根部。好，这样的话就 OK 了啊。紧接着啊，把这个先取消掉，再处理它的这一条胳膊啊，这一条胳膊，它是左边胳膊是吧？我们选中它，给它一个独立显示。我们切换到锚点工具，把它的锚点啊移动它的根部。好，这样就 OK 了啊。我们再切换到它的手臂啊，把它后面再关掉，然后我们把手臂的锚点也移到它的根部。好，紧接着我们再处理我们的大腿啊，大腿，我们找一下啊，右边大腿啊，给它一个单独显示。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大腿的锚点啊，在这个上面，对不对？我们把它移下来，也放到它的根部。好，我们再来看右边小腿。好，同样的，右边小腿它的锚点啊，我们也把它移下来，放到它的一个根部啊。好，我们再来看左边小腿，左边大腿啊，左边大腿，给它一个单独显示。同样的，我们把它的锚点啊也移动到它的根部。
好，我们再来看左边小腿，同样的，我们也把它的锚点移动到它的根部。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身体啊，身体的话锚点我们把它居中好了啊，身体的锚点我们就把它居中啊。好，我们再看头部，给它个单独显示。我们头部的锚点呢，就给它放到这里啊，放到它的根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操作，把它先关掉。我们可以把头部啊，我们的头部包括我们的眼睛啊、眉毛、嘴巴，把它打成一个包啊，打成一个包，就把它愈合成一下啊，愈合成一下。好，怎么操作呢？我们选中头部，再选中眼白，再选中眼珠，再选中嘴巴，再选中眉毛。好，我们全部选中之后，我们按 Ctrl 加 Shift 加 C， 我们把它愈合成一下啊，然后合成的名字呢，我们把它改成头部。啊，改成头部，然后点确定。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头部啊就变成了一个整体啊，看到没有？啊，我们的眼睛、眉毛、嘴巴跟头部就变成了一个合成了啊，变成了一个整体。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选中我们的头部，给它一个单独显示。我们再把它的锚点啊放到我们的头部的这里啊，这里啊，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角色的锚点啊就已经处理好了啊。好，那么紧接着啊，我们就要开始对这个角色啊进行绑定了啊。对于绑定呢，我们又要用到一款插件叫 Duke Bezel 啊 ，Duke Bezel 这款插件呢是专门用来绑定的啊，专门用来绑定的。待会儿呢，我一会儿把这个插件啊分享给大家啊。好，首先我们打开窗口，调出这个插件。好，窗口里面我们找到 Duke Bezel， 打开 Duke Bezel 之后，我们选中第一个绑定，点击一下。好，这里面呢都是用来绑定的一些工具啊，绑定的一些工具。那么首先呢，在绑定之前，我要强调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 Duke 它绑定的时候啊，它默认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角色啊，它的肢体有3个图层啊，有3个图层，哪3个图层呢？分别是胳膊一个图层啊，手臂一个图层，还有一个图层就是手。但是我们这个角色啊，他没有给他画手啊，没有给他画手，那怎么办呢？啊，没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东西来代替它啊，代替它，什么东西呢？就是控制器啊。那控制器怎么创建呢？我们来到这里啊，看到没有？一个创建控制器，我们点击一下，然后这里的图形呢都是控制器的一个形状啊，控制器的一个形状。我们这里呢就给它创建一个这个啊，创建一个圆啊，给它创建一个圆。我们点击一下，好，我们点击完之后呢，预览窗口里面就多了一个这个圆啊，多了这一个圆，看到没有啊？就是这个图层，我们把它放大一些啊，把它放大一些。哦，它这里面有缩放一个表达式啊，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表达式给关掉啊。具体怎么关表达式呢？我们 Alt 键按住啊，鼠标左键在这个小码表上点击一下啊，它就关掉了啊，它就关掉了。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随意把它放大了啊。好，这里呢，我们放在这里啊，我们给它重新取个名字叫左手，好吧？啊，给它名称改，把这个图层的名称改一下，叫左手。好，紧接着我们再来给它这里的创建一个右手啊，创建一个控制器，就让它当做是它的右手。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它 ，Ctrl 加 D 啊 ，Ctrl 加 D 就是复制加粘贴啊，复制加粘贴。然后复制出来之后，我们把它移动到右边啊，跟我们的这个右手对齐啊，左手也对齐。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的名称啊改一下，叫做右手。好，我们再来给它创建2个角啊，创建2个角的控制器。我们直接把它再 Ctrl 加 D 再复制一个啊。好，移下来，把它名称改一下，叫做左脚啊，左脚。好，我们再 Ctrl 加 D 给它移过来，这个当做是它的右脚啊，右脚控制器。名称改一下啊，右脚。好，把它位置稍稍对齐。
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四肢控制器啊就已经创建好了啊。控制器其实用来代替它的一个手的啊，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画手，也没有画脚，不是没有画脚啊，是因为我们的 Duke 它默认啊，我们的肢体是3个图层啊，我们这里的肢体呢只有2个图层，对不对？大腿一个图层，小腿一个图层，小腿里面呢包括了我们的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 Duke 它是默认是3个图层啊，3个图层分别是大腿、小腿跟脚啊。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用创建控制器来代替它的脚跟它的手啊，懂那意思吧？好，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来对它进行一个绑定啊，绑定。首先，我们先绑定这只胳膊啊，绑定这只胳膊。这只胳膊是左手对吧？首先呢，注意看哦，注意看我的选择顺序啊，选择顺序。我先选择了这个控制器啊，先选了这个控制器，然后左边再加选左边手臂啊，Ctrl 键按住哦，加选 ，Ctrl 键按住左键点击一下就是加选的意思啊。我先选这个控制器，再加选这个手臂啊，再加选这个胳膊。注意我的顺序，先选控制器，再选手臂，再选胳膊啊。这3个图层选好之后呢，点击第一个。自动化绑定和创建反向动力学，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效果。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左边的胳膊就已经完成了啊，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选中这个控制器动一下，看一下，对吧？我们的左边胳膊就可以像人一样正常的进行了一个弯曲了，对吧？那有同学要问，那我的手臂的胳膊可以往上面弯呢？也可以啊，也可以。那怎么切换到往上弯呢？就是它弯的一个角度啊，应该往上弯，它怎么弯呢？我们看这里啊，左边 IK 左边手臂啊，这个是哪个位置呢？我们先选中这个控制器啊，然后在它的效果空间里面，这里有一个 IK 左边手臂，然后它的第2个选项 Reverse 啊 ，Reverse。这个按钮呢，就是用来改变它手臂的一个弯曲方向的啊。怎么改变呢？把它后面的勾去掉。哎，看到没有？它就翻上面去了啊，翻上去了。我们把它打上，它就翻下面去了。这个选项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做关键帧的啊，也可以给它做关键帧的。好，这里呢，我们就先不去演示了啊。我们紧接着，我们再绑定我们的右边的一个手臂。同样的，右边手臂，我们先选中这个控制器。先选中这控制器，再选中右边手臂啊，右边手臂，再加选右边胳膊。注意这个顺序哦，顺序千万不能错，顺序错的话会容易报错的啊，后面会报错的。先选控制器，再选手臂，再选胳膊。好，我们选好之后，3个图层选好了，3个图层选好之后，我们点击这里自动化绑定和创建反向动力学，点击一下。好，创建好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吧？我们的手就可以动了，但是我们的手臂这个图层位置好像是错的啊，这不着急，我们后边统一来调整一下啊。好，紧接着我们再处理我们的脚，我们先选中这个控制器啊，左脚，再选中左边小腿啊，左边小腿这个图层，再加选左边大腿。这样的话，我们3个图层就已经选好了啊。注意它的顺序，先控制器，再选小腿，再选大腿啊，3个图层选好之后，我们点击自动化绑定和创建反向动力学。好，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已经绑定好了。虽然它的关节方向是错的啊，那怎么更改我们的方向关节的一个方向呢？还是这个 reverse 还是这个 reverse， 我们把它勾去掉。再来看一下，这样这一下它的方向就对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绑定这一条腿。先怎么选呢？顺序怎么选呢？先选控制器，对吧？再加选右边小腿，再加选右边大腿。好，全部选好之后呢，我们点击这里自动化绑定点击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这个时候呢就已经绑定好了，对吧？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下图层之间的位置关系图层之间的位置关系。我们先看身体
好，身体呢这个图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两个胳膊呢，分别是一个在身体图层的后边，一个在身体图层的前边，对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胳膊跟左边手臂是不是在身体图层的一个后方。左边胳膊啊，左边手臂，好，对的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图层的一个后边，对吧？那再来看右边胳膊跟右边手臂，按理来说，我们的右边胳膊跟右边手臂应该在我们身体图层的一个上方，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胳膊啊，右边手臂啊，右边手臂在我们身体图层的下方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把它拉上面来，拉到身体图层的上面来。好，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关系就对了啊。它的手臂在转动的时候，就在我们身体图层的上方了啊，身体图层的上方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腿的一个图层关系啊。哎，这个位置关系好像有点错，对不对？啊，它也错了。我们这只腿啊，在这只腿的后方，对吧？这个应该是这个关系吧，对吧？因为我们的人是往那个方向看的，所以呢，我们这只腿应该这只腿的后方啊。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呢，我们现在转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裤腿啊，看到没有？这个裤腿盖在了这个腿的上面啊，盖在了这个腿的上面，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图层关系要调整一下。我们找到左边小腿跟左边大腿啊，左边小腿在这儿，左边大腿啊在这儿，我们要把左边大腿放到这里，就是放到右边大腿跟右边小腿的下方。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角色啊，它的一个四肢就已经绑定好了啊，我们的手臂跟我们的腿啊就已经绑定好了。我们来控制这个控制器，让我们这个角色的四肢进行一个位移啊，进行一个位移啊，是不是还很简单啊？是不是很简单？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绑定人物的一个脸部啊，让他的嘴能动起来，让他能说话啊。好，我们紧接着我们来制作我们这个角色的一个嘴部啊，让这个嘴部啊能说话，能动起来。好，我们双击点击啊这个头部合成，双击进去啊。我们找到嘴啊，找到嘴巴啊，嘴巴是这个图层啊。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如果要让它动起来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要另外一个嘴型啊？一个张开的一个嘴型，对不对？比如说我生气啊，需要一个生气的嘴型；微笑需要一个微笑的嘴型，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啊，它只有一个嘴型啊，它只有一个嘴型，只有一个弯曲的一个嘴型。所以说，如果要让我们的嘴说话动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还要绘制出其他的嘴型啊，其他的嘴型。那么在这里呢，我已经提前绘制好了啊，提前绘制好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提前用 AI 绘制好的一个嘴型啊，看到没有啊？有正常的闭嘴的，有生气的啊，有说话张嘴的，对不对？有嘴巴是 O 型的，还有呲牙的啊，还有点无语的这种表情，还有个张嘴说话的，对吧？各种各样的嘴型啊，我都绘制好了。那在这里呢，我们的每一个嘴型啊，每一个嘴型都分别占一个图层，看到没有啊？每一个嘴型都单独占一个图层啊，每一个嘴型都单独占一个图层。好，当我们这些嘴型啊绘制好之后，我们把这些嘴型啊导入到我们的合成中，导入到我们这里啊，导入到这里。好，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啊，把这嘴型拖进来。好，我们选择合成啊，选择合成。好，我们双击进去这个嘴型啊，把它缩小一点啊，缩小一点。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嘴型啊全部选中，然后把它栅格打开啊，栅格打开。这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背景颜色是黑色的，对不对？我们把它再换了一个稍微白一点的，好不好？啊，黑色的话不容易观察啊，不容易观察。我们在这里选中嘴型的合成，右键啊，合成设置，背景颜色我们把它改一下啊，改成一个白的啊。改成这个啊，点确定啊，点确定，这样的话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啊。好，紧接着我们要干嘛呢？紧接着我们要把这些嘴型啊
全部复制一下啊，全部复制一下。Ctrl加 C， 复制完之后，我们粘贴到哪里呢？我们粘贴到这个合成里面啊，粘贴到这个合成里面。好，粘贴进来。好，粘贴进来之后，我们紧接着我们先单独显示一个嘴型啊，把其他的嘴型啊先关闭一下啊。把小眼睛就是隐藏啊，小眼睛就是隐藏。我们先显示其中一个嘴型啊，先显示这个嘴型一。嘴型一在哪啊？嘴型一在这，对不对？好，我们先把它的锚点啊放到我们的嘴型上面去。好，放上去之后，我们把这个嘴型放到我们人物的脸上，跟它进行一个对齐。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人物脸上已经有一个嘴型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把这个嘴型先删掉，好不好？我们不用它了啊，已经用不到它了。好，把这个先删掉。我们就用这个导入进来的嘴型进行代替了，我们把它进行对齐。啊，我们看一下，可能太大了，对吧？把它缩小一点，按 S 键啊，调出它的缩放，把它的缩放值改小。好，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我们要不要再往下来一点？好，那么我们第一个嘴型啊，它的位置就已经调好了。我们再把它隐藏一下，我们再显示第二个嘴型啊，第二个嘴型在这啊。我们再把它的锚点啊移动到嘴型的上方，我们再把它拖下来，跟我们的脸进行一个对齐。好，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嘴啊，它的方向好像是反的，对吧？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向啊，往这边来啊，往这边转。那怎么处理呢？我们选中这个嘴型，按一下键盘上的 S， 调出它的缩放值。然后呢，我们把缩放值的这个约束比例啊关掉，把第一个值 X 轴变成负的。它之前不是100吗？我们现在把它改成负的，哎，它就调过来了，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再把约束比例打开，我们再把它的大小改小，好，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现在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的嘴型2也处理好了，我们把它隐藏一下。我们选择嘴型3啊，显示它。嘴型3在哪里？在这里，对不对？我们把它的锚点啊移上去，进行对齐。啊，再把它移下来。啊，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啊，打开它的 S 键。好，嘴型3也调整好了，我们显示嘴型4。好，把它的锚点也移到这边来。好，跟它对齐，再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好，我们的嘴型4也调整好了，我们再把它隐藏一下，调整我们的嘴型5。好，移上来，把它的锚点也居中一下啊。这时候我们发现啊，它的嘴也是反方向的，我们把它的方向再换一下啊。打开我们的 S 啊，把我们的第一个值改成负的啊。我们先取消它的约束比例啊，把100改成负100。这样的方向就调过来了啊。我们再打开我们的约束比例，把它大小调小一点。好，我们5处理好之后，把它隐藏一下。我们打开6，啊，6在这里啊，把它的锚点移下来。好，移上去啊，进行一个对齐，把它的方向再换一下啊。打开 S 键，第一个值改成负的。好，再打开约束比例，再把它缩小一下。好，调整好之后，我们把它隐藏，打开我们的嘴型7。啊，嘴型7在这里啊，把它的锚点移下来。好，再把它拉上去，把它缩小一下啊。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好，调整好之后，把它隐藏，再打开嘴型8，锚点再移下来，移上去啊。好，我们再改变一下它的方位啊，方向啊，
打开它的 S 啊，取消约束比例，第一个值改成负的。好，再打开约束比例，再把它缩小一下。好，调整好之后，把它隐藏。我们打开我们的嘴型9，好，再把它的锚点啊移动到中心位置。好，再把它缩小一下。好，调整好之后，我们再来打开嘴型10啊，把嘴型9隐藏。嘴型是在哪？在这儿，对不对？啊，把它的锚点啊跟它居中啊。其实锚点不调也可以啊，只是我个人有点强迫症。好，把它缩小一下啊。好，再往下来一点吧。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嘴型啊就已经调整好了。我们把其他的嘴型也显示一下啊，显示一下。啊，看到没有？这些所有的嘴型啊，都在同一个，都挤在一块，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开我们的 Motion Sharp， 对它进行一个绑定。我打开窗口，找到 Motion Sharp， 啊，这个啊，我们点击一下。好，这时候呢，它就出来了啊，我把它拉出来。把它拉出来啊。好，这个呢就是 Motion Sharp 啊，它有2个按钮，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那首先绑定呢，我们怎么绑定？我们选中，把这些嘴型啊全部选中啊，嘴型1到嘴型10的，对不对？我们把它全部选中。选中之后呢，我们就点击第一个图标啊，点击第一个图标。点击完之后，它就出现了这个，出现了一个长条啊，看到没有？出现了这个长条。同时呢，在我们图层区，我们的那些嘴型啊的图层都不见了啊，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这个合成啊，用来控制我们嘴型的一个合成啊。那怎么切换我们的嘴型呢？啊，首先很简单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第0帧的位置啊，第0帧的位置啊，我们让它保持不动。我们在第10帧的位置，我们要让它切换嘴型，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面任一个嘴型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点击嘴型10。啊，嘴型10是还是一样的啊，嘴型9，看到没有？它就切换了啊。第0帧是这样的，第10帧是这个样子的。那第5帧呢，我们再给它切换一个嘴型啊，变成圆的，对吧？啊，再给它切换一个嘴型1，对吧？你想要什么嘴型，你直接点一下就好了，嘴型3，对吧？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说话的动作啊，嘴型7。对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说话的动作，对吧？这样就 OK 了。好，那后面这个图标是干嘛的呢？啊，后面这个图标是干嘛的呢？我把它擦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先选中这个控制嘴部的这个合成，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啊，看到没有？这个图标就是用来显示它的啊。就是用来显示它控制的，显示它的嘴型控制的图层的啊，好吧？第一个是用来绑定的，第二个是用来显示它控制图层的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嘴型就可以说话了啊，就可以说话了。好，那我们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眼珠子啊，眼珠子。我们想要它的眼珠子动怎么动的？首先我们选中它的眼珠啊，我们直接可以调整它的 P。看到没有？直接可以调整它的 P， 它的眼珠子就可以动了。我们选中它的一个锚点啊，控制它的锚点就可以对它的眼珠子进行移动。啊，看到吧？好，我们把它的锚点移上来啊，移上来。那有人说，你这个眼珠子啊，这样就跑到外面就穿帮了，对不对？啊，按正常来说。人家的眼珠子只在你这个眼眶里面进行移动，那怎么办呢？怎么让它
超出这个眼眶之后就不让它显示啊，有什么办法呢？啊，办法也是有的啊。我们先把这个插件关掉，我们找到啊，在效果里面搜索一个啊，在效果里面搜索设置遮罩啊，设置遮罩看到没？这里一个设置遮罩啊，在效果里面搜啊，叫设置遮罩。我们选中眼珠子图层，设置遮罩，拖给它啊，拖给它，松掉之后，来到它的效果空间里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啊，设置遮罩，从图层获取遮罩。我们把这个遮罩源把它改成眼白啊，改成眼白。眼白是哪个？就是我们这个大白的眼眶，对不对？后面呢，我们把它改成蒙版啊，改成蒙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选中眼珠，再来看一下。这样是不是就 OK 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的眼珠子只要超过这个眼白，它就不显示了啊，它就不显示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眼睛的处理方法。那还有人说了，就是说，那人物的表情怎么变化呢？比如说，我想哭啊，我想笑啊，我想生气啊，那些表情啊，怎么制作呢？这个呢，方法也很简单啊。好，那么首先我们要绘制出我们的一个表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哭的一个表情，我们的一个笑的一个表情，或者我们一个生气的一个表情，对不对？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已经提前绘制好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生气的惊讶啊，惊恐的表情啊。再看这个啊，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生气的表情啊，这个呢是一个坏坏的表情啊，这个是一个激动的，就是瞪大眼睛那个表情。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哭泣的表情啊，这里一个是气愤的一个表情啊，还有一个无语的表情啊。这里一个疑惑的表情，这里一个正常的表情啊，这个表情呢都是我用 AR 绘制好的啊 ，AR 绘制好的，我双击进去看一下啊，绘制了这个表情。当然，大家在网上也有看到好的一点表情的话，也可以把它模拟下来，把它模拟的画下来啊，把它画下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用我们这个现成的绘制好的表情啊。那么怎么用呢？跟我们的嘴型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啊。首先，我们的切换到项目选项，把我们的这些表情都导入进来。好，我们把它选中它啊，选中它，就选中这么多吧啊。好，直接拖进来啊，这样的话它就直接进来了啊，就直接进来了。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拉到我们的这个图层区啊，都拖进来。好，拖进来之后呢，我们先把它打开它的栅格啊，打开它的栅格，把它往旁边移一下啊，把它往旁边移一下。好，移完之后呢，我们把我们原先脸上的这个眼眶啊，给先隐藏掉或者删除掉啊，我们就不用它了啊，不用它了。我们待会儿呢，我们就用这些表情的啊，用这些表情的。好，我们把我们的眉毛隐藏。眼珠子留着吧，啊，眼珠子留着，眼白隐藏。好，我们把眼珠子啊那个设置遮罩给关掉啊，设置遮罩给关掉。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些表情来放到我们的脸上进行一个对齐啊。我们先处理这个坏坏的啊，坏坏的。好，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眼珠子啊被挡在后面了啊，挡在后面了。所以呢，这里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珠子放到我们的最顶上啊，放到我们的图层最顶上。好，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坏坏的这个眼睛啊。好，调整一个合适的大小。我的眼珠子往前面看啊，这样看上去人物是不是有点坏坏的感觉啊？坏坏的感觉，对吧？好。调整好坏坏之后，我们把它隐藏一下。我们再来调整激动啊，激动的表情啊，把它再缩小一下。好，把它眼珠子往上面移点，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我们的激动的这个眼珠子也对齐好了啊，把它隐藏一下。
再来看下一个啊，这个是个奸笑的表情啊。那眼珠子看看能不能对好。好的，往下来一点啊，往上来一点。好，我们的奸笑的这个表情也对齐好了，我们把它隐藏一下。再处理我们的惊讶。啊，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啊。好了。啊，对齐好之后，我们再把它隐藏。我们再来处理下一个。啊，把它再缩小一点点。对齐好之后，再把它隐藏。再来处理惊讶3。另一个表情啊，这个是有点委屈的，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有点点类似委屈的一个表情啊。好，把它隐藏一下。再处理哭泣，哭泣的表情，缩小一点点啊，缩小一点点。我们把它的方向给调一下，看一下啊，打开它的 S 键啊，把约束比例取消，第一个值改成负的啊，我们把它改成负的89啊，看一下，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啊。好，我们把它隐藏。再来看气氛啊，气氛这个表情。好，把它缩小一下。好，把它隐藏一下。再来处理最后一个。好，它的方向好像也是反的，我把它调过来看一下啊，改成负的100，把它调一下。刚刚好像是正的啊，那就反过来还继续用刚才那个。好，把它缩小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所有的表情的位置啊就已经对齐好了啊，对齐好了。紧接着啊，我们选中所有的表情，我们点小眼睛，把它们全部显示啊，把它全部显示，全部选中啊，一定要全部选中。我们再来打开我们的 Motion Shop。之前讲过我们的 Motion Shop 是怎么绑定的，直接点第一个对吧？啊，把它全部选中哦，全部选中之后点第一个。好，这样的话它就绑定好了啊，并且生成了一个这样的控制器。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个表情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切换一下。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发现了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的眼珠子啊处在它的一个图层的下面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眼珠子放到我们的图层上面啊，这样就 OK 了啊，这样就 OK 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切换我们的一个表情，看到没有？啊，可以随意的切换我们的表情。那说话呢，我们直接选中我们说话的这个合成啊，选中我们说话的这个合成，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打开啊，它的说话的控制器就出现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随意的更改我们的说话的。这里出错了啊，这里出错了，为什么？因为它的两个合成它的名字一样了，所以呢，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它合成名字改一下，改成嘴巴。这个改成表情。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选中我们的嘴巴，打开它，对吧？这样就 OK 了啊，这样就 OK 了。好，这个是控制嘴型的，我们只要选中它，再按 Motion Shop 的这个键，打开它就可以控制它的嘴型。然后表情的话，直接选中我们的表情合成，再点击 Motion Shop 的这个打开键啊，就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个表情啊，随意切换我们的一个表情。全部绑定好之后呢，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啊，就是把我们人物的四肢，就是2个胳膊，还有2条腿，包括我们的头，把它们的父子链接到我们的身体上啊，让它们跟着我们的身体一块动。如果你不链接的话，我们的四肢跟我们的头是无法跟着我们的身体一块动的啊，看到没有？它们之间是分开的啊，分开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处理一下它们的父子关系。好。我们先选中我们的头部的合成啊，把我们的头部合成它的父子链接给我们的身体
啊，直接拖给他，点这个小棒棒糖啊，直接拖给他，拖到我们的身体图层上面去。好，我们再选中我们的右边胳膊啊，我们的右边胳膊，因为我们的右边这条手啊，它的根部就是右边胳膊啊，它的根部就是右边胳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把右边胳膊它的父子链接给我们的身体。好，紧接着我们再处理左边这条手臂啊，那么我们找到左边胳膊这个图层啊，左边这个胳膊的图层。好，左边胳膊这个图层，我们把它父子链接给我们的身体。链接完之后，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啊，我们选中我们的身体啊，看到没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头、我们的两个胳膊就会跟随着我们的身体一块移动了，对吧？好，紧接着我们再处理我们人物的两条腿啊，把我们的人物的两条腿，它的父子链接也链接给我们的身体。我们首先找到右边大腿啊，右边大腿，我们选中它，把它的父子链接也链接给我们的身体。好，我们再找到左边大腿，左边大腿把它的父子链接也链接给我们的身体。好，链接完之后，我们再移动我们的身体看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人物的四肢以及我们人物的一个头就会跟随着我们身体一块移动了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胳膊啊，我们的胳膊现在它的弯曲方向是朝下弯曲的，对吧？是这样朝下弯曲的。那如何改变它的一个方向呢？就比如说让它往上面弯曲，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我们选中这个控制器，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效果，效果的第一栏啊有一个效果控件啊，我们点击一下。好，看到没有？这里就出现了它的效果控件。在我们效果控件的下面啊，有一个 reverse， 看到没有啊？有个 reverse， 我们把它后面这个勾去掉啊，看到没有？当我们把勾去掉之后啊，我们的手臂你看到没有？它的方向就反过来了啊。我们再把它勾上啊，它又转过来了，对不对？啊，同理呢，我们腿也可以这样操作啊，我们的腿也可以这样操作。看，我们的腿现在是这个弯曲方向，对吧？只要我们选中这个控制器啊，选中这个控制器，我们点击效果，点击一下效果控件啊。这个时候效果控件我们已经是开着的啊，已经是开着的。好，在它的效果控件里面呢，同样有个 reverse， 我们把它把这个打上一个勾啊，它就反过来了，看到没有啊？它就反过来了。只要我们把这个勾去掉，它就正过来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好，大家记住哦，选择控制器，然后我们点击效果下面第一栏效果控件，然后在效果控件里面，这里有个 reverse， 它后面的勾呢，就是控制我们肢体的一个弯曲方向的啊，弯曲方向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弯曲方向啊，就是我们的 reverse。同样，我们也可以给它打上关键帧啊，看到前面这个小码表没有啊？我们也可以对它的弯曲方向打上关键帧。就比如说，我们前3秒让它往右弯曲，后3秒往左弯曲，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小码表来对它进行打上关键帧啊。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人物就已经绑定完成了啊。好，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讲解一下沙雕熊猫人的一个绑定方法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熊猫人是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一个模型，那么它是用 PS 绘制出来的啊，但是我在这里建议大家还是能用 AI 进行绘制，因为 AI 的话它是一个矢量图形啊，矢量图形软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熊猫人它的一个分层情况啊。我们先来看右边它把头发分成了一个图层啊，头发一个图层头一个图层啊，然后是左手一个图层，身体一个图层，右手一个图层啊，左腿一个图层啊，右腿一个图层，然后就没有了啊。它的图层分法是不是特别简单啊？好，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分层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就把我们这个角色导入到 A 里面，对它进行一个绑定啊，对它进行绑定。我们先把它擦掉，我们打开 A1 啊，打开 A1。好，这个页面呢，我们直接擦掉啊。好，我们新建一个合成啊，1920×1080的啊，帧数率30，持续时间3分钟啊，点确定。
好，我们把我们这个熊猫人这个角色导入进来啊，左键按住直接拖进来啊，选择合成啊，点确定。好，我们再把这个合成拖到我们的图层区。好，我们双击进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它合成设置相对于角色来说显得比较小了，对吧？我们可以把这合成设置调大一点啊，调大一点。我们先选中这个合成，然后右键点击合成设置我们把这个宽度跟高度再搞大一点搞个6000我们点确定这样的话就看得比较大一点了，对吧？或者我们可以把这几个人物整体缩小，也可以好，我们把最后一个这个图层，这个图层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层没用，我们把它删掉好，我们再把它的背景颜色改一下吧，好吧？它的背景颜色现在是黑色的看着不太舒服。我们选中合成设置把背景颜色黑色改成一个稍稍白一点的点确定确定这样的话它就显得白了我们再把人物稍稍往下来一点全部选中人物的所有的图层，把它往下拖。好，这样的话看着就比较舒服一点了好，紧接着我们要开始对这个角色进行绑定绑定。那么我们之前讲过那个 AMG 角色绑定它绑定是怎么绑定的？它绑定的话就好比说我们的左手它绑定的话，它的左手肯定会分好几个图层的，对吧？它分为胳膊、手臂至少要分成2个图层。但是熊猫人动画在这里呢，它只有1个图层，那么我们怎么去对它进行绑定呢？那么其实1个图层的话，它也可以绑定也可以绑定。如果要绑定1个图层的话，那么接下来就要涉及到我们 A 里面的另一个工具叫做图钉工具图钉工具就是它人偶位置控点工具我们就要运用到这个工具，然后配合我们的 A 对它对我们这条手臂进行一个绑定。好，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绑定它。我们先选中这条手臂给它一个独立显示。我们把它的锚点放到我们的根部放到根部。好，这个时候我们选中一定要选中我们这条手臂，点击这个图钉点击这个图钉。我们把这个放大一下，我们给这条手臂打3个图钉给它打3个钉子，分别是根部1个左键点击一下，然后胳部肘就是拐弯的地方这里点击1个，再然后就是手的部分再点击1个。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打上了3个图钉在这个图层上打上了3个图钉。紧接着我们选中左手选中这个左手，按一下键盘上的 U 键U。好，往下拉。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出现了3个关键帧，看到没有？3个关键帧，这3个关键帧呢就是我们刚刚打的3个图钉这3个关键帧就是我们刚刚打的3个图钉，我们把它全部选中全部选中。好，紧接着我们点击窗口，打开 Duke Bezel 打开 Duke 插件。好，我们点击绑定，然后在链接和约束里面我们点击添加骨骼。记住点击添加骨骼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3个关键帧全部选中。好，选中之后呢，我们点击它添加骨骼我们点击一下。好，添加完骨骼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这条手臂上多了3个大钉子，看到没有多了3个大钉子。同时在我们的图层区多了3个图层，看到没有这3个图层，这3个图层呢就是我们的3个大钉子3个大钉子图层。好，紧接着我们选中这3个图钉，记住我选择的顺序记住我选择的顺序，先选手臂，先选手的这个图钉，再加选中间的这个图钉，再加选胳膊这个图钉选择的方向就是先从手胳膊肘这边，然后在胳膊这边就是从下到上的顺序记住选择的顺序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否则会出错否则会出错。
当我们选中好之后，我们点击这里自动化绑定和创建反向动力学，我们点击一下。好，我们创建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预览窗口里面多了一个控制器多了一个控制器。同时在我们这里呢多了一个图层这个图层呢就是控制器的图层，我们可以移动一下看一下它。这样的话我们的胳膊是不是就可以动起来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老师，他这个胳膊为什么有弧度我不想有弧度，我直接想让它来个直角的弯起来是个直角的，行不行？也可以也可以。那怎么操作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操作我们选中我们的手臂图层，看一下是不是它我们选中这条胳膊的图层，我们来到效果控件这里效果控件这里，我们点击下面的人偶引擎，这里有个高级，看到没有？我们把高级改成旧版点确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能没有那个弧度了没有那个弧度了，它就可以直接无缝弯曲了，对吧？进行一个无缝弯曲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大钉子图层给它隐藏掉就可以了，把它隐藏掉我们直接控制这个控制器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条胳膊绑定完我们接着绑定另一条胳膊，好吧？绑定另一条胳膊，我们给它一个独立显示把锚点放到根部把它的锚点放到根部。好，我们选中这条手臂，给它打上图钉选中这个钉子给它打图钉，分别是根部一根图钉胳膊肘这边一个图钉，手这边一个图钉3个图钉。好，我们选中这条胳膊，我们按下键盘上的 U 显示一下这3个图钉的关键帧这3个关键帧呢就是我们刚刚打的这3个图钉，我们把它全部选中全部选中我们点击 Duke 里面的绑定，然后链接和约束，再然后添加骨骼这3个关键帧一定要选中之后再点击添加骨骼好，我们点击添加，添加完了之后就出现了3个大图钉3个大图钉，同时我们的图层区也多了3个图层，分别是3个大图钉的图层紧接着我们选中这3个大图钉，记住接下来我选中的时候的一个顺序我是先选中我们的手，再加选关节肘，再加选胳膊这个位置记住它的顺序不能错顺序不能错，从前从最底部一直往上加选记住这个顺序顺序选错了会报错的好，选中之后呢，我们点击这里自动化绑定和创建反向动力学。好，这样的话我们这条胳膊就已经绑定好了绑定好了。我们选中这个控制器操控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要中间这个弧度的话，我们可以选中这条胳膊选中这条胳膊的图层，我们找到这条胳膊的图层找到这条胳膊的一个图层，然后我们在效果控件里把它的人偶引擎这里的高级改成旧版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操控一下它的控制器，对吧？它就没有那个弧度了就没有那个弧度了。好，我们取消独立显示。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角色它的2个手臂就已经绑定好了2个手臂就已经绑定好了。紧接着我们来绑定这个沙雕动画的腿绑定它的腿，我们找到它的腿给它一个独立显示。好，我们接着来绑定人物的腿绑定人物的腿。好，首先我们给这个腿一个独立显示然后把我们这个腿的锚点放到我们腿的根部放到我们大腿的根部。好，我们选中这条腿的图层我们点击锚点工具给它添加图钉
啊，先在根部这里打一个图钉啊，再来膝盖这里啊，膝盖这里再打一个图钉，然后在脚部的位置啊再打一个图钉。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打好了3个图钉啊，打好了3个图钉。紧接着我们选中这条左腿的图层啊，选中这条左腿的图层，我们按下键盘上的 U 啊，显示一下它3个关键帧啊。这3个关键帧呢，就是我们刚刚打的3个图钉啊，我们把它全部选中。好，全部选中之后，我们来到 Duke 面板里啊，我们点击绑定，点击链接和约束啊，点击添加骨骼。好，添加完骨骼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腿上就多了3个大图钉啊，这3个大图钉。同时，在我们的图层区也多了3个图层，这3个图层就代表了我们这3个大图钉啊，3个大图钉。好，紧接着我们把这个腿啊进行绑定。好，我们选中这3个大图钉啊，还记得怎么选了吗？从最底下啊脚尖开始选啊，再加选膝盖，再加选大腿啊，从下往上啊，从下往上啊选，这个顺序不能错啊，顺序不能错。好，选中完之后，我们点击这里啊，自动化绑定，我们点击一下。好，点击完之后，我们看到它多了一个控制器，对吧？同时，图层区也多了一个控制器的图层啊，我们可以移动一下看一下它。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腿啊，它的弯曲方向是不对的啊，不正确的，它应该是往后弯，对吧？谁的腿是往前弯的呢？对吧？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呢，我们先选中这个控制器，它这里呀，效果控件这里啊，看到没有？效果控件这里，它这里 IK 这个地方 ，IK 冲锋点的地方有个 reverse 啊 ，reverse， 你给这个后面小框框里面打上勾啊，打上勾之后，我们再来看。这样它的弯曲方向就正确了吧，对吧？啊，这样它的弯曲方向就正确了。还有人说啊，我们这个弯曲啊，它的弧度太大了啊，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这条腿啊，在它的效果控件这里啊，人偶引擎这里把高级改成旧版啊，点确定。我们再来弯曲一下它看看啊，这样的话我们腿的弯曲啊就可以类似一个正确的了啊，类似一个正确的了，对吧？好，那么到这里我们这条腿啊就已经绑定好了啊，我们来取消独立显示，我们来绑定啊人物的另一条腿啊右腿啊右腿，我们给它一个独立显示。好，然后呢我们把它的锚点啊放到它的根部啊，我们点击这个锚点工具啊，把锚点先移下来。好，我们选中这个右腿图层，我们再点击锚点工具啊，点击这个图钉工具啊，我们在上面打3个点，分别是腿根处一个锚点，膝盖处啊一个锚点啊，这膝盖有点偏下了啊，在这个位置啊，膝盖处一个锚点，然后脚这个位置一个锚点。好，打好3个锚点之后，我们选中这个腿的图层，按下键盘上的 U 键啊 ，U 键显示我们刚刚打的3个图钉它的一个关键帧啊，这3个关键帧就是我们刚刚打的3个图钉。好，我们选中它啊，选中它，把这个3个关键帧全部选中，然后我们点击啊，点击 Duke 里面的添加骨骼啊，添加骨骼，点击一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腿上面就生成了3个大图钉啊，生成了3个大图钉。同时，我们在我们图层区呢也生成了3个图层啊，这3个图层就代表了我们3个大图钉啊，3个大图钉。好，紧接着我们来绑定一下它，我们来选中这3个大图钉啊。我们首先选中脚上面这个图钉啊，再加选膝盖的，再加选大腿根部的这个图钉啊，从下往上选啊，顺序不要选错啊，顺序不要选错。好，紧接着我们来到右边。自动化绑定啊，点击一下。好，这时候它就生成了一个控制器啊，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器来移动这个腿啊，来移动这个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腿啊，它的弯曲可能有弧度，对吧？我们可以找到这条腿它的这个图层啊，选中这个腿的图层，然后在它的效果空间里把人偶引擎这一下后面的高级改成旧版。好，我们再来移动一下，看看它。
这样我们的腿啊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有问题了。好，我们取消它的独立显示。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四肢啊就已经绑定好了啊，四肢就已经绑定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要把我们的四肢，就是我们的2条手、2条胳膊，它的父子链接到我们的身体上啊，链接到我们的身体上。好，我们先来看左手啊，左手啊，那怎么链接给我们的身体呢？是直接把我们的左手这个图层链接给我们的身体吗？啊，我们先试一下，看一下啊。我们把这个左手啊，它的父子链接先链接给我们的身体，看一下左手会不会跟着我们的身体一块动啊？我们选择身体啊，移动看一下。哎，它好像并不会跟着我们的身体一块动，哎，那是为什么呢？啊，我们把它取消一下啊。我明明把左手这个图层已经父子链接给身体了，那为什么左手不跟着身体一块动呢？啊，那是因为啊，我们的左手啊，它上面已经打了3个图钉啊，左手上面已经打了3个图钉啊，我们给它显示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左手这个图层啊，它上面已经打了3个图钉，这个时候我们的左手图层已经受我们3个图钉进行影响了啊，所以呢，现在是我们的图钉控制着我们这个手的图层，所以如果要让手跟着我们的身体一块动的话，就要让这个图钉啊，它的父子链接给我们的身体啊，这个逻辑能明白吧？啊，好，我们首先我们找到手臂，这条手臂的根部的一个图钉，把这个根部的图钉啊，它的父子链接到我们的身体上。好，我们再来试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身体，哎，对吧？这样的话，我们的手臂就跟着我们的身体一块动了，看到没有？啊，好，紧接着我们把另外一条胳膊也绑定给我们的身体。好，另外一条胳膊它是右手，对吧？右手，好，我们找到右手的根部的一个图钉啊，它是这个啊，它在后面的，看不到啊。好，我们选中这个根部这个图钉，把它的父子链接给我们的身体。好，我们再试一下，选中身体，对吧？这时候我们的2个手就跟着我们的身体进行移动了啊。好，我们再来处理我们的2条腿。好，我们2条腿它的一个根部的一个图钉，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啊？啊，对的，这个是左腿的一个根部的一个图钉，这个是右腿的一个根部的图钉啊。我们选中，先把左腿绑定一下啊。我们选中左腿根部的图钉，在这里啊，直接拖拽给我们的身体啊。好，拖拽好之后啊，之后呢，我们再来绑定一下右腿啊，把右腿根部的图钉也父子连接给我们的身体。这时候呢，我们点击的小圈圈拉上去的话太远了，我们可以直接点后面这个小框框啊，它也是父子连接的作用啊，它也是用来父子连接的啊。我们点击一下啊，直接选中我们的身体啊，它也可以实现一个我们身体的父子连接。好，这时候呢，我们的右腿的根部的图钉啊，就已经父子连接给我们身体了。这样我们的身体移动的时候，我们的四肢就会跟着它一块移动了啊。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身体，对吧？我们的四肢就会钉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啊。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人物的四肢就已经绑定好了啊。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图钉啊给隐藏一下啊，把它不显示啊，选中它，把左边的小眼睛啊给关掉，这样呢就看不见这几个图钉了啊。来看一下左边腿啊，这几个腿的也是，把它全部隐藏一下。那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些图层在我们的图层区进行隐藏呢？也可以啊，也可以。那具体怎么操作啊？我们选中啊需要隐藏的这些图层，我们点击它后面这个小骷髅头，看到没有啊？小骷髅头啊，点击一下这个小骷髅头，点击完之后，这小骷髅头好像就变扁了似的啊，看到没有？它就变扁了一样的啊。变扁之后，我们再来到这里，这里也有个骷髅头，看到没有？我们再点击一下，诶，它就在图层区隐藏了，看到没有啊？它就在图层区隐藏了。好，我们把其他的图层也这样操作一下啊，看到没有？好，选中它，直接点那个小骷髅头。那如果说
那有同学问，那怎么让它显示出来呢？同样的，我们还是点击这个骷髅头，看没有？我们点击一下，它又出现了我们再点击一下，它又消失了再点击一下，它又出现了。只要我们把这个图层区这个小骷髅头点击一下，让它变扁，它就会受到这个总的骷髅头这个开关的控制点击一下，它就全部隐藏了全部隐藏了，是不是很方便很方便。那这上面这4个呢，是我们四肢的一个控制器我们要把它留在我们的预览窗口里面因为它要控制我们的四肢，对吧？那到这里呢，我们的四肢就已经绑定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头也要跟着我们的身体去动。好，那头怎么跟着我们的身体去动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我们的头它的父子链接链接到我们的身体上。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在动的时候，我们的头也会跟着动了，看到没有我们头也会跟着动了还有头发，对吧？那我们要让头发跟着谁动？头发是长在头上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把头发这个发型这个图层，它的父子链接给我们的头头发跟着头动，头跟着身体动这一层父子链接应该能明白吧这样的话，我们移动身体，看到没有它就会进行动了我们这条腿可能出错了我们看一下这条腿怎么回事。我们找到这边应该是右腿右腿这个父子连接不小心被我给取消掉了我重新链接一下重新链接一下。好，我们再来看，把它再隐藏一下再看一下。好，这样就不会出错了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人物的四肢已经头发已经绑定好了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绑定沙雕动画最灵魂最核心的东西了，就是表情就是表情。好，我们首先打开这个表情包打开表情包。好，大家看到没有？这些呢都是沙雕动画的它脸部的一些表情什么的很多很多的表情那我们紧接着就需要把这些表情导入到我们的 A 里面，放到我们的脸上就可以了放到我们的脸上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操作一下我们点击这里，切换到项目我们把这个我们随便先切一个吧我们先导入哪个表情我们先看一下先导入这个表情这个拽拽的表情把它拖进来。好，它呢现在只是一张 PNG 图片PNG 格式图片，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图层区。好，我们来放大看一下这时候我们看到它的脸好像是反的，对吧？怎么让它变换方向的？我们选中这个图层，打开它的 S 缩放，取消它的约束比例，把第一个值改成负的这样的话它的脸就调过来的，对吧？好，我们来打开它的约束比例，我们再打开它的旋转来调整一下这个脸把它放大一点点。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角色的脸呢就已经调整好了那怎么让我们这个脸的嘴说话呢？就是一张一闭我们看到有很多沙雕动画，它说话的时候都是嘴一张一闭的，对吧？那怎么样让这个嘴说话呢？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先把这个表情复制一个把这个表情复制一个出来，我们按键盘上的 Ctrl 加 D Ctrl 加 D， Ctrl 加 D 的意思就是复制加粘贴的意思